郑哥，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。那家伙是炼气9层，咱们灵力耗不过他。往山坳岔路绕，那边林密藤多，能借地形挡他一阵。这株紫纹草能换3瓶上品聚气丹，绝不能落在杰修手里。都怪我刚才采草时动静大了，引来了这煞星。少废话，咱们兄弟同进同出，先活下来再说。往那边跑！继续跑啊！把紫纹草交出来，爷爷赏你们个痛快！叶修，活下去啊，哥！中了我的煞毒，烂在这魏江兽吧！唯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计时波。老张，我又来陪你喝酒了，是你最喜欢喝的醉花酿。想当年你我在外房混出龙虎双煞的名头时，什么人都来巴结，那个贱货恨不得全外房的修士都知道他与我的关系。现如今吃着我给的幻征丹觉醒了天灵根，被青云宗看中，立马撕破脸皮，说什么他和我之间从来就没有半点瓜葛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不说他了，说他晦气。说说叶云吧，去年拜入青云宗了，虽只是万门弟子，但好歹也算是有了前景，不用像你我当初那样得用命去10万大山拼出头的机会。回了回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恐怕没有下次了。恐怕没有下次了。前辈是谁？青云宗的符袍，修为深不可测，和炼气12层的气息一样强。我从未得罪过这种人物，我如今只是个废人，他为何找上我？你没资格知道我的名字，你最好自尽，我不想脏了手。为什么？我没得罪过前辈。前辈为何要杀我？因为你和老祖的弟子走得太近了。老祖说修行要心无旁骛。老祖刚收的这位弟子天赋太好，他很看重，所以希望为他清扫掉一些修行路上的垃圾。你就是这些垃圾之一，明白了？老祖、弟子、垃圾，是金丹老祖要杀我，就为了给他清扫路上的垃圾。所以我现在只是垃圾吗？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能让他这么惊恐？阴兵，这些是阴兵，传说是真的，世上真有阴兵。老张，下次别买酒了，还不如给我烧点纸钱。每年都来这里浪费醉花酿，我一滴都喝不到。好，下次给你烧点纸钱。可能没有下次了，不管是梦还是幻想，能再见他一面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我没多少时间了，这枚玉简你拿着，里面的功法也许能治愈你的灵根，我们以后或许能再见面。诸位弟兄，此人要杀我的兄弟，能否？尔敢！
兄弟，好好活下去，保重，别死，要死也千万别死在10万大山。这不是梦，我真的见到老张了，他成了阴兵。老张从不会说没用的话，这是他的警告。死在10万大山会变成阴兵，受人奴役。他现在肯定很痛苦，我必须救他出来。可我该怎么做？老张说这功法能治愈灵根，只有重新成为修士，我才有机会救他出来。青帝遮天经，试试看，或许真能让我可以重新修行。不仅恢复了修为，还更精进一层。这就是青木之灵。我的木灵力似乎比以往更加纯粹。不管你是谁，修成了青帝遮天经，你就是我青帝仙门的嫡传弟子。晚辈叶修，见过前辈。青帝仙门坐落于中州仙竹山。待你结丹后，务必返回仙门入籍，服用翠竹仙叶，否则难以晋升元婴。中州仙竹山，中州是哪儿？我从小到大压根就没走出过这10万大山。青帝仙门有3种异阶入门之术可以选择，分别为炼丹术、灵植术、符术。你选择哪一种？炼丹术很珍贵，只有极少数人掌握。前辈，晚辈选择炼丹术。好，接下来便传授你1阶符术青木盾。我不是说要炼丹术吗？算了算了，符术就符术吧。这门符术也不赖，木属性遁术符箓，在10万大山里是极佳的逃命之法。除此之外，此符的受众极广，应该能卖到不错的价格。老张从哪里弄来的这枚玉简？此物之珍贵，怕连青云宗知晓都要眼红争夺。青袍中年死在阴兵之手，青云宗老祖会不会找上门，或者再派一人来解决我？无妨，我现在也不是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小南，敲门吧。是，小姐。小南，你怎么来了？几个月功夫没见，你好像又长大了点儿。快进来吧。公子，我是跟小姐一起来的。叶兄，我今日下山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小南，我准备出门逛逛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公子，小姐有话跟你说。赵老祖收我为关门弟子，说以后我要在青云宗潜心修行，可能5年10年都下不了山。你可明白？赵老祖，青云宗那位金丹，恭喜你。这里面是师尊赐给我的10枚下品灵石，当初我觉醒天灵根，是你为我找的幻灵丹，这些灵石差不多与它等值，你拿着吧。10枚下品灵石，金丹出手真是阔绰。我辈当初用的单位计量可是1钱2钱，10钱灵砂才能兑1枚灵石。小南从小到大一直跟着我，我没办法带他回青云宗，你如今也无法修行，和小南挺般配的，让他跟着你吧。你连自己的丫鬟都不要了，修仙就要灭情？本就该如此。你主子不要你了，愿意跟着我吗？叶公子，小南愿意。哼，没其他事，我就跟小南去逛街了。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有。你说。小南的卖身契你记得给我。
李师妹还没解决吗？是他缠着你？青云宗的高手，当初我和张月在外访，根本见不到这种狠人。林师兄，我已经跟他谈妥了。在下林随风，听过你在外访的一些名号：龙虎双煞、龙煞张月、虎煞叶修。外面人取的，倒是让阁下见笑了。外访那群散修实力不怎么样，就喜欢搞这些没用的东西。李师妹，我们回山吧，在清河坊待久了，怕要沾染俗气。这李一莲也不知道一个人下山，还带了个丑鼻。师妹下品灵石不是小数目，刚刚他看布袋的眼神不对，可能会伺机下手。小南，我们去逛街吧。是公子。吃饱了？吃饱了正好走走，消消食。这不是售卖灵材的店吗？对了，叶云小姐还是修士，公子一定是给她置办灵材。公子打算买点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这儿可有木属性的符笔、符纸、朱砂？原来您是一位符师，您要木属性的符笔，小店更好进了3支，2支为1阶下品，1支为1阶中品。木属性的符纸和朱砂也有许多存货。3支符笔都拿出来我瞧瞧吧，还有符纸、朱砂，下品、中品我都要看看。好嘞，您稍后。公子，这1阶下品符笔只收12钱灵砂，1阶下品符纸售价1000灵砂，还有这1阶下品朱砂，1两朱砂售价1000灵砂。青云宗出品的1阶下品符笔，品质比你们这好，也才卖12钱灵砂。你这符笔品质差了何止1筹？这品质也不行，制服失败的概率太大了。掌柜的还有没有好货？1阶上品或1阶极品的符笔，若是价格合适，我也能买。这有一支木属性符笔，价格不高，但来路可能有些问题，是1阶极品，不知公子可有兴趣？作价几何？7枚下品灵石。7枚，正常1阶极品符笔至少20枚下品灵石，这个价格的确有些吸引力。拿来瞧瞧，若品质没有问题，我买了。的确是1阶极品，虽有使用痕迹，但7枚下品灵石非常划算，这笔交易成了。公子干脆，小老儿做主，赠送公子一沓1阶下品木属性符纸。1支符笔就花了7枚下品灵石，这能换多少银子啊？帮我都包起来吧。一张1阶下品青木盾至少卖3000灵砂，中品能卖10钱。希望制服过程能顺利吧。叶修，你来这里做甚？这不是你如今该来的地方。叶庆，大伯的儿子，我堂哥，炼气4层，一直想着霸占我爹留下的宅子。你灵根都萎缩了，在这儿能干啥？灵根萎缩，方才这位公子的木灵力可十分雄厚啊。我来这儿买点东西，这不是小莲拜在赵老祖门下了吗？总得送些礼物才是。李一莲拜在赵老祖门下，他不是和你没什么关系了？怎么没关系？你看，这不是小南吗？我和小莲要是没关系，小南怎么会跟着我？赵老祖，青云宗唯一的金丹修士赵老祖。看来这位公子买符笔是送礼，背景必然不俗。还真是小南叶修，咱们兄弟也很久没聚了吧？不如你们今晚去我家吃饭，我爹也想见你了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我好像听说你想拜入青云宗，正在找关系。这样吧，我帮你说几句，找人活动活动。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有点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好处给够了，就是一笔交易而已。你若能拿出一笔灵石上下打点，这件事闭着眼就能给你办了。看来你对于拜入青云宗还有些犹豫。没事，大伯也有点关系，他应该也能帮你找到门路。等等，要多少灵石？5枚下品灵石够不够？这家伙这么有钱，应该是够了。那事成之后我再给你灵石，你先……叶庆，
你看我像傻子吗？我能为你垫付这笔好处，我是拿你的灵石办你的事儿，不知好歹。别，这里有5枚下品灵石，你收好，我回去之后等你消息。哥，你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我这次本打算去买点灵材，结果遇到了叶修。然后呢？他有没有跟你说，他那死鬼老爹死后，到底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传下来？夫人，毕竟是我弟弟，这么说不太好。我这么说你不高兴？不是，娘，我没问这些，但我发现他和李姑娘的关系没有传闻中那般不和。李姑娘还把贴身丫鬟给了叶修，如今李姑娘成为赵老祖的弟子，有她帮我说2句话，这次拜入青云宗也算是手到擒来。等等，叶修那兔崽子一向对我们没什么好脸色，他会帮你？你是不是给他灵石了？是啊，整整5枚灵石，打点关系应该是够了。你糊涂，你这是被叶修骗了呀！怎么会？李一莲以前虽然和他有婚约，但他觉醒了天灵根，这种天赋怎么可能再和一个修为尽失的家伙有关系？就算他有个想法，赵老祖也会逼他斩断这份尘缘，免得影响修行。如此，叶修哪里还能在他面前说得上话？为了不让赵老祖生气，李一莲肯定要急于撇清这段关系。前段时间的传闻肯定也是他故意为之，要不是那传闻，你怎么知道叶修和他闹掰了？这么说，我的5枚灵石打水漂了。我要去跟他要回来！这该死的兔崽子！站住！清河坊内各处都有治安巡逻，守卫森严。你上门找他，若是动了手，必被捉拿；若不动手，这兔崽子绝对不会把灵石还给你。夫人说的对，叶元也是青云宗弟子，有这层关系在，你也不好光明正大的动叶修。我的灵石啊，整整5枚下品灵石，我积攒了多久？3年、5年。兔崽子连堂哥都骗，果然不当人子。你也别急，现在他们家只有一个叶云是炼气5层，拿捏他们还不简单。先等一段时间再说。若你成功拜入青云宗，这件事就更容易了，不急一时。夫人所言极是。叶修，青云宗这次又要收徒了，可惜。早年也去试过，资质平庸被拒了，如今更不可能去。闭嘴！他们知道我从3灵根变成丹灵根，就算分不清青木之灵，也会被赵老祖丢进丹炉炼丹。暂且先做个散修，若有机会走出10万大山，找到青帝仙门，也算是有组织了。再来，一张符没见到，2000灵砂花出去了，伏笔也有些许损耗。娘的，我不信邪！精纯的木灵力好像对制服有稳定性加成，越来越顺手了。成了！一阶下品符箓也有品质区分，我这张属于上佳，不是我符术厉害，是精纯木力有加成。这张青木盾卖3000灵砂都抢着要，有保命效果还能溢价，或许能卖到4000。刚刚损失的符纸、朱砂，这不就赚回来了？4000，又4000，再进账4000，我可能真的是个致富的天才。精纯的木灵力也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功劳。我记得1阶中品飞剑大概20枚下品灵石，再坚持几天就能给自己配一柄了。有人进来了。公子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难道都不饿的吗？这丫头半夜3更不睡觉跑来作甚，不好，那家伙一定跟在她后面。小南，好香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肚子饿了？公子，饭
饭菜我给您热过了，你从外面回来到现在一直没吃饭，肯定会饿的。有心了。小子，打劫！零食统统交出来，饶你们混！救命啊！有劫凶！该死的！何方劫修？胆敢在清河坊犯案，找死！恶贼休走！干你娘的！可是劫修，绝对是，他一来就让我交出零食，一定是劫修。可破财，身上2枚零食都被抢走了。兄弟们，他抢了2枚下品零食，快追上他！公子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会有劫修潜入清河坊？这种事也太少见了。这是白天陪李一莲下山的那个丑东西。没事，偶尔漏进来1、2只小劫修没什么。公子我如今伤势痊愈，可以保全你我2人的安危。公子的修为竟然恢复了，这太好了！如果小姐知道这件事，肯定会很开心。也许我和你家小姐缘分已经尽了。再说你现在是我的丫鬟，就别喊她小姐了。你今晚别回去睡了。啊！想什么呢？我怕劫修去而复返，我们去净室里待一晚。该死的，储物袋里足有16枚下品灵石，还有5颗1阶极品凝元丹。叶修，我和你没完！5颗1阶极品凝元丹，如果全部炼化，也许我能冲击炼气7层。若今晚我是炼气7层，青藤护盾还能多承受对方几十下乃至上百下飞剑，耗也耗死对方了。那家伙估计是留着这些丹药，等到瓶颈期时再服用，现在也算便宜了我。只要灵石不耗尽，这座防御阵足以抵挡住炼气10层的强攻。大伯一家想要这座宅子，何尝不是看中了这间净室？这可是爹耗费注资打造，岂容他人念念？小南，接下来我要开始修行，这里的防御阵已经打开，你想睡觉就睡觉，想发呆就发呆，但你别在我修行的时候碰我。我是修士，你是凡人，灵力反噬会害了你的性命。公子放心，我会躲得远远的。这就好。凝元丹可以根据修士的灵根来化作各种属性的灵力，我只有木灵根，所以也只会化作木灵力。冥想青帝遮天经，药效正被迅速的炼化，融入本身的灵力之中。本以为至少要1天甚至2天才能炼化1颗凝元丹，不曾想仅1个时辰，药效便已尽数吸收。青帝遮天经炼化药力的效率实在惊人，压下心血，继续修行。公子修行起来的样子好认真，好好看。今天公子还请我吃了那么多好吃的，刚刚又是公子在劫修手中救了我。 5颗极品凝元丹，一夜之间便将我从炼气6层推入炼气7层。我在清河坊多年，也从未听闻谁刚入炼气6层，次日便突破至7层。若没有青帝遮天经，我这3属性灵根怕是30岁才到炼气7层，往后9层无望。如今我19岁已是炼气7层，别说9层，筑基也不在话下。这丫头吃什么长大的？小南，醒醒！昨夜这座阵法可曾发过亮光？亮过呢。果然去而复返，是不甘心储物袋被我顺走吗？既然来了，不留下点什么，当叶府是茅厕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笑话！走，我们吃饭去。你是此宅的主人？姑娘是治安巡逻队的。听说昨晚你这里来了劫修，最近清河坊外面凶兽作乱，有些劫修会趁火打劫。若我们捕到了人，会再来知会你一声。告辞。凶兽作乱，兽潮迁徙，小妹参与围剿凶兽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自幼在清河坊长大，深知此地在10万大山中不过沧海一粟。前些年便有同等规模的坊市在兽潮中灰飞烟灭。走，今天喝羊汤去。距离咱们清河坊往南200里处，有一座古代洞府出世，听闻其主人是1200年前横绝一世的血骨真人。血骨真人，那位金丹大圆满，差一点就能晋升元婴修士的大魔修。对啊，
好像许多散修都朝那边去了。附近几个宗门也是跃跃欲试，估计要乱上1年半载。那咱们还喝个屁的羊汤，也去寻那机缘啊？找死不是？咱们什么修为？炼气3层、炼气4层，能不能走到那个地方都难说。道友所言有理，这等机缘也只有炼气后期、炼气大圆满的修士，乃至筑基期才有资格分逐些许好处。也不知青云宗的赵老祖会不会前往？他若前往，筑基都未必能得多少汤汁。这种机缘不适合我，我已经得到属于自己最大的机缘，只要好好蛰伏潜修，便有莫大好处。没必要跟着这些人，用性命去拼虚无缥缈之物。成本2枚下品灵石不到，利润足有4、5倍，难怪有名的制服师全都是阔佬。1沓中品符纸3000灵砂，1两中品朱砂也是3000，手头2沓符纸1两朱砂，运气好出1、2张中品青木盾，本钱就都赚回来了。成本大概1枚下品灵石，2张卖3枚没问题，利润好像还没下品青木盾来的高。不过卖钱并非关键，这2道符箓足以在危险时保命，他们留着保命用，下品的卖掉。还有这储物袋，得找机会先处理掉，凑点灵石，弄一把飞剑。此物来自青云宗内人，对方心虚不敢露面，久了怕是要生事端。把手尾清理干净，才不会落下把柄。储物袋足有1方大小，你真打算卖了它？你估个价，若非生存困难，我岂会卖掉看家之物？哼，也是。不过你既然来到此间，说明这储物袋也不太见得光。价格方面，你应该心里有数吧？有数，你开价便是。就10枚下品灵石好了。告辞。等等，你还个价，做生意都这样。此物去买至少得花30下品灵石，我现在到你们这里卖也不求卖多，20枚下品灵石总归要有。这行吧。叶修，好久没见。你们这是打算去哪儿？听说血骨真人的洞府出世，我们夫妻打算去碰碰运气。若能争得一分机缘，岂不幸哉？此事有些凶险，二位不考虑考虑？哈哈哈哈！修行总有危险，不能因为一点危险就闭门不出。可惜叶兄你修为尽失，若不然，我们这次还能再联手。是啊，现在这种事已经与我无关，那就祝二位旗开得胜。夫君，他如今就是个凡人，还特意与他讲什么？他爹当初是炼气10层，那会儿叶修意气风发，谁能想如今会变成这副模样？我记得叶修住的宅子很不错，如果这次我们有足够收获，便给他买下来。到时候咱们生儿育女，子嗣若能拜入青云宗，岂不美哉？道友，我们这里的法宝都是青云宗出产的，您随意看。掌柜的，你这边可收符箓？符箓自然是收的，但低劣符箓不要，毕竟那种符箓关键时候可能都无法激发。1阶下品符箓青木盾，你能出到多少钱？至于品质，你大可随意查看。那便用4000灵砂先试验这一道青木盾。激发瞬间没有丝毫延迟，如果遭遇凶险，只是眨眼功夫就能脱离危险。公子，这种符箓你还有多少？掌柜先开个价吧。不瞒公子，这种青木盾就算是炼气中期乃至后期，甚至圆满，也会愿意花点小钱买几道防身。不错，它受众极广，且盾术符箓在清河坊之中，据我所知并不多见。当时这种符箓我卖价是6000灵砂一道，收购价为4000。收购价是4000，看来我小看了盾术流符箓的价值。公子这青木盾品质上佳，又没有黄土盾的弊病，我或许能试试卖价10,000，收购7000。一条人命可不止7000灵砂。掌柜的莫要欺我不懂行情，再开个价吧。这距离也只有10丈，若能有个20丈，再高些又如何？若有20丈，那就不是1阶下品符箓，价格不可同日而语。这样吧，8000，公子有多少我收多少，这已是最为公道的价格了。也就小老头我认识的人多，有把握卖出去，换其他家未必敢开这么高价。成交了，再抬些价格他也大概率会买，还是见好就收，免得留下不愉快的念想。算上试验的一道，总共24道，一共到手19枚下品灵石，2000灵砂都在里面了。掌柜的，我还打算购置一口1阶上品飞剑，要木属性的。刚花出去的灵石
立马就能赚回来。好说好说，公子里面请。再抬些价格，他也大概率会买，还是见好就收，免得留下不愉快的念想。算上试验的一道，总共24道，一共到手19枚下品灵石，2000灵沙都在里面了。掌柜的，我还打算购置一口1阶上品飞剑，要木属性的。刚花出去的灵石，立马就能赚回来。好说好说，公子里面请。公子，这都是青云宗炼气堂出品，这3口品质稍低一些，价格在35到40；这一口品质稍高，价格在48。至于这一口，可以说是1阶上品里的标杆，售价60。有没有1阶极品的？我也看看，先看看品质价格，差的不大，就过阵子再入手。1阶极品，刚好有一口木属性1阶极品飞剑，公子稍后。这位公子是阔票，刚卖符箓就进账20灵石，买极品飞剑问题不大。这口飞剑名曰碧龙，是青云宗炼气堂堂主亲手铸造，它上面附有1阶极品术法青藤护盾。我与公子一见如故，这口碧龙老夫只卖135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1阶极品青藤护盾，青云宗炼气堂堂主威名赫赫，他铸造的飞剑岂能轻易流出青云宗？这口飞剑什么都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1阶极品术法青藤护盾。飞剑讲究的是攻伐，而在飞剑上面附了防御术法，此剑威能大减。狗看了都要摇头。掌柜觉得它能值135枚下品灵石，公子不如还个价，50下品灵石。这飞剑的青藤护盾究竟护谁？剑飞出去，人留原地，护盾反倒罩在剑上，我也就图个好玩，买来把玩而已。可您说的价格未免太低了，再加一点吧。这样吧，再附送你一道1阶中品青木盾，你觉得价格可行，那就成交；不行，我就走了。1阶中品青木盾，这可是20丈距离，掌柜留着自用都可。成交。总算是把那口飞剑卖出去了，虽然亏了20下品灵石，但凑一凑也能把这亏损补上，不至于被问罪。把这些青木盾上架，就标12000灵沙。对了，再去通知一些老客人，就说我们仙宝铺进了一批好货，保命的，让他们过来瞅瞅。是。来，好东西啊！1阶极品的品质，只花了50余后品灵石。每一根藤蔓都比之前粗上几倍，我的木灵力如此清纯，对飞剑也有加成。这道青藤护重的防御力要比常人激发来的更高几分。换而言之，只要我灵力不耗尽，炼气大圆满1时半回也奈何不了我。每中不足的是，约莫1刻钟，我体内灵力便耗去半数，2刻钟便是我眼下的极限，还是不够持久，得多赚点灵石，去买1阶极品凝元丹，最好在小妹任务结束之前，我能晋升炼气8层，给她一个惊喜。我们正在寻找一名大盗，对方偷走了青云宗某个弟子的储物袋，例行搜查。储物袋到了黑市，早就改头换面卖出去。那位想找回来是异想天开，对方故意等待多日，估计就是怕有人把他和那晚的劫修联想到一起。下品的卖出去，这5道中品青木盾就留着防身。有他们，还有碧龙，清河坊谁能一招解决我？呵呵。请，公子啊，老朽可想死你喽！可别，若是貌美女子想我，还情有可原。您想我作甚？是想您的青木盾，您别误会。怎么样，卖的可好？好，真的好。想来你也听说了吧？前些时日，咱们清河坊有位炼气12层的前辈，就是仗着一道青木盾，在与人斗法之中扭转乾坤，取得胜利。这位前辈后来找到老朽，还想买一些，可惜老朽这边没货了。掌柜别急，今日我就是给你送货来的，只是价钱方面，我希望掌柜能重新上定。这段时间，我听闻有人在私底下交易青木盾，价格都炒到了16,000灵沙。价格方面的确需要重新商定，就1枚下品灵石如何？老朽也需要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，才能养活这个铺子。
那就1枚下品灵石好了。深沙包增至45枚下品灵石，又4000灵沙，这样的赚钱速度，恐怕寻常筑基都比不上。公子，进来玩呀！我可不敢，怕被你们吸干精元。他们夫妻不是去血骨真人园那边争机缘去了？看样子，此行有点惨烈。男的应该是死了，女的为了生存，投身了青楼。我虽然处境不堪，可依旧是修士，赚的是灵石。对方修为尽废，沦为凡人。若非有个妹妹在青云宗，于清河坊过的日子只会比我凄苦。公子，你们做什么？我的丫鬟做错了什么事，需要你们出手？这是你丫鬟？呵呵，她光天化日公然偷窃一名青云宗弟子的灵石，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你这个主人既然来了，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趟吧。公子，我没有。别怕，我知道你不会做这种事。叶庆，是你？是我。怎么样？我已经成功拜入青云宗了。我和你虽然是堂兄弟，可你的丫鬟敢偷我的灵石，也要依法处置。凡人盗窃修士之物，我记得是处死。苦主就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可有太话要说了。首先，我是一名修士。炼气7层，是炼气后期修士。其次，她当初是李一莲的丫鬟。李一莲知道吗？拜在赵老祖门下，青云宗丹灵根天骄。李师姐的丫鬟又怎么了？这样卑贱的身份盗取修士灵石也该论罪，更何况她现在是你的丫鬟。你错了，她不是我的丫鬟，我早已让她赎身，打算娶她过门。一名炼气后期修士的未来妻子，就算要处置，也要你们上官来，轮不到你们几个小喽啰。我要见徐武，你们立刻马上把他喊过来。这种小事儿就别麻烦我等上官了，看样子此事就是个误会而已。阁下先把人带回去，等我们事后查清楚了再处置。原来只是一场误会，那就没什么事了。这小子何时晋升了炼气7层？他才19岁出头吧？阁下怎么称呼？在下姓丁，单名一个武字。原来是丁道友，道友可要小心一些。这次的误会或许不是偶然，要记得防范小人啊。多谢道友提醒，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，还请道友安心。那最好不过了，我还有些事，先告辞。丁武道友，其实叶庆道友，我和你好像不是很熟，我们还要当值，不便闲聊，告辞。都怪叶修，这混蛋到底什么时候晋升的炼气7层？他的灵根不是萎缩了吗？可恶！有趣，炼气7层，为一个丫鬟敢出头直面治安巡逻队的修士，还敢叫我出来，就不怕我是一丘之貉？晦气，找了这么多家丹阁，怎么连1阶极品凝元丹都没有？公子，若您想买1阶极品凝元丹，恐怕得去徐氏丹阁瞧一瞧了。他们和青云宗的炼丹堂关系极好，估计有货。你们不也跟青云宗有点关系吗？我们只是有点关系。徐氏丹阁是跟青云宗炼丹堂堂主关系极好。难怪1阶极品凝元丹果然不是普通丹阁能拿到的。掌柜的，买1阶极品凝元丹。你要买1阶极品凝元丹？咦，徐道友怎么在这儿？徐氏丹阁是我家的产业，我偶尔也会来帮帮忙。当初一见徐道友，就看出徐道友超群出众，并非凡俗。拍什么马屁？是心虚刚刚在街上用了我的名号，还叫我立刻马上过来。不知情的以你我相熟多年。是我错了，徐道友要打要骂，在下都忍。你没错，其实一路上我都跟着丁武等人，本打算抓他们一个现行，但我此刻若是出手，他们必定怀恨于你，以为是你告的状。这次先且饶过他们一回。
出身又好，修为又高，还这么聪明懂事，这可比李印莲强上好多倍。怎么不是他觉醒丹灵根呢？你发什么呆呢？不是要买1阶极品凝元丹吗？刚刚好，最近丹阁里进了一些货，你要1枚还是2枚？在下囊中羞涩，只能买得起1枚极品凝元丹。1枚可以，54钱灵砂，有整的灵石也行。怎么是54钱灵砂？我记得去年行情也才50钱灵砂，刚好5枚下品灵石整。前段时间清河坊往南200里有一座洞府出世，不少人都想去碰碰方韵，所以这段时间所有丹药都涨价了，供不应求。一些疗伤丹药甚至翻倍涨价，有一些丹阁先知先觉，囤了一些疗伤丹，借此赚得盆满钵满。我累死累活才赚几个钱，这些做生意的家伙囤个药就能翻倍赚。丹药收好，1阶极品凝元丹适合在冲击瓶颈时使用。多谢徐道友，在下就是打算冲击瓶颈时使用。对了，上次去你家的劫修，你真没什么线索。你是炼气7层，总该能与其过几招吧？真没什么线索，而且我也不擅长打斗，从头到尾都是靠青藤护盾撑到治安巡逻队的修士赶来。行吧，如果以后我抓到此人，便找你过来认一认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给我记住那个叫叶庆的家伙，我说什么都要出一口恶气。头，我们记住了，以后见到那家伙，肯定给他一个教训。要不着痕迹的那种，别被人家拿捏了把柄。还有那位叶道友，打听打听他家住哪里，以后我们就去那儿附近多走走，保护清河坊的良民。什么？涨价到6枚下品灵石了？你们是不是骗我？刚刚我还在另外一家徐氏丹阁问了价，才卖54钱灵砂。青云宗炼丹堂有人死在了血骨真人的洞府，刚刚收到的消息，所以涨价了。这样，给我5枚1阶极品凝元丹，立刻马上。只有3枚存货，3枚就3枚，速度。一共6枚极品凝元丹，可以增加1年半的修为。不过青帝遮天经炼化药力的效率更高，估计能有2年修为。即便到不了炼气8层，也能让我灵力增长1小节。是他不在青楼待着，跑来这儿做甚？洪道友，叶道友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洪道友，这是？叶道友，我如今已是孤家寡人，不知叶道友能否收留我在此间住上一晚？不行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？虽然这位洪道友颇有姿色，但毕竟是曾经补办的遗孀，怎好下手？人还尸骨未寒呢。先前在街上，叶公子说的那番话，体内灵力涓涓而流，比之宣前浑厚了数分。6颗1阶极品凝元丹，为我增长了差不多2年的修为，青木灵力总量提升了3成左右，看似不多，实则收益巨大。阵法下品灵石已消耗1/10，按此速度连续开启18日，便会耗尽1枚下品灵石。若非青云宗内司，我修行何须次次开启阵法？等着吧，待我晋升炼气8阶，他若再敢来犯，定打断他的腿。小南，该走了。你手头有没有青木盾？军一张给我。没有了，献宝库掌柜刚放出货，瞬间被抢空，轮不到我。可惜青木盾太过好用，前几日老刘在外访，凭此躲过凶兽突袭，没有符箓，他轻则断手，重则殒命。你们说青木盾叉自哪位符师？我哪里知晓啊？知晓早登门请教。听闻已经有人去仙宝铺打探消息。仙宝铺掌柜可曾透露那位符师的消息？怎么可能透露？他还想开店，唯有大人物出面盘问，他才不得不说。青木盾效果远超预估，名声扩散绝非好事。清河坊地域广阔，即便掌柜泄露线索，单凭样貌难以锁定我，但仍需收敛，近期减少符箓出货量。如今制服手法孰弱，这批原料最少产出70张下品青木盾，剩余4枚灵石留存。身上尚有6张中品青木盾，短期物资充足，一共75张，比预估多出5张。如今青木盾在修士圈子持续涨价，不少人囤货倒卖获利，多数修士留作保命底牌。
10万大山人命最轻也最正规。小南，我出去一趟，你没事就别出门了。黑市周边这种隐匿容貌手段莫许，若是居住区域使用，定会被当作劫修捉拿。上好的丹药嘞，来看看刚出的葫芦，咱们用点准备。老板，你们这里收符箓吗？收的，什么品阶，什么符箓？一阶下品青木盾，给个10胜价，低了我转身就走。青木盾，阁下快进来喝茶。阁下有几道青木盾？先说价，与其任由外人炒作我的符箓，不如自己把关出货，风险更低。天下黑市青木盾行情走高，外界传是青云宗符师所作，再加血骨洞府厮杀家具需求暴涨，但我也要赚取差价。阁下批量出货才寻中介，零散都卖，市价更高，道理不错吧？我给10价，一张3枚下品灵石，你有多少，我尽数收下。这群商贩炒作能力惊人，单张青木盾竟炒至3枚下品灵石。血骨洞府平息后，符箓价格必然大跌，阁下囤货在手，不怕亏损？你说的有理，不过我手中符箓不多，前些日子收来一共10张，阁下收得起吗？10张？哈哈，这笔买卖划算，全部脱手，最少净赚5枚灵石。叶道友，此人方才在此鬼鬼祟祟，被我们拦下后，自称是你的伯父，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他。多谢丁道友，日后有空，我请丁道友喝酒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公子你回来了，这位姐姐是从青云宗外门来的，说有叶云小姐的消息跟你说。姑娘，佳妹有什么话要带给在下？前些时日，叶云接了个任务，跟着外门陈执事等人前去清剿凶兽。现如今他们在坊外遭遇了一些危险。遭遇了凶险？是何种凶险？叶云如今状况如何？放心吧，只是些许意外而已。叶云跟着陈执事他们一起行动，不会有什么凶险。我还有事，先行告辞了。等等，你想做什么？姑娘此次下山，可是前往坊外支援？是又如何？能不能告诉我叶云此刻在何处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可你并无修为，就算知道了也无法离开清河坊。强行前往，可能还没到地头就要被凶兽吞进肚子里。姑娘但说无妨，我也只是想多了解了解佳妹此刻的情况。青云宗往南200里有血骨真人的洞府出事，你听说过吧？是有听说过，和那边有什么关系？陈执事有点私事，所以过去了一趟。现在他们被一群劫修盯上，如今外门收到消息，已经有不少人赶去救援。我也要出发了，你别再拦路。姑娘请。陈执事，这个狗屁倒槽的玩意儿，明明是去清剿凶兽，却也贪心上涉谷真人洞府里的宝贝，自己去也就罢了，还带上小妹他们，蠢猪一般。公子，现在如何是好？小妹鸿福天地，命硬得很。我要出去一趟，不知要多久时间。你先去李一莲的老宅住，那边安全点。刚刚那人有可能是那位林师兄派来的，想故意引诱我离开清河坊。只是事关叶云，就算有蹊跷，也要走上一趟。现如今连炼气4、5层的修士也敢过去，说明那边的事快要收尾了。大头多半已被各家势力瓜分干净，怕就怕是几个没捞到好处的劫修不愿空手而归，这才把主意打到了小妹他们身上。200里地不远，不过若是我懂得御剑飞行就更好了。等这件事结束，想办法弄一门御剑飞行之术。小妹此刻到底是在哪个方位？这里大得很，一时半会也找不着。叶云在哪儿？快点说叶云在哪儿！救我！说，叶云在哪儿？我马上给你疗伤丹药。在那边，他往那边跑了。我根本没有疗伤丹药，对方也被那名劫修伤了要害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小姑娘，别再跑了，我们求财而已，又不害命。你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，老头子我留你一命如何？你真敢杀青云宗弟子，就不怕青云宗找你算后账？
我们这些节修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，在清河坊或许还忌惮青云宗几分，在这儿，青云宗算什么东西？青藤护盾。小妹，你等一下哈。等一下！等你娘的老瘪犊子！敢动我妹，给我死！被青藤护盾给砸死了吗？小妹，你没事吧？让哥看看你伤到哪了。天煞的解修，青云宗外门弟子也敢动，无法无天。哥，我只是灵力枯竭了，身上是一些皮外伤，没伤到根本。没伤到根本，那就好。走，我们回清河坊。此地太过凶险，不宜久留。这个除剑，解修这么赚钱，这老头生前是什么修为？这是一枚比储物袋都要高级的储物戒，是大人物的象征。上面还串着绳子，这解修平日挂在脖子上，根本不敢戴在手上招摇。哥，你什么时候恢复的修为？就前段时间，原来当初连根村文业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这次因祸得福，不仅修为恢复，还比从前更强。太好了，哥，你现在是什么修为？我啊，区区炼气7层，不足挂齿，但当你的靠山还是足够的。炼气7层，好厉害！几个月没见，大哥不仅恢复修为，还到了炼气7层，这可是炼气后期，在青云宗外门足以为执事了。小妹，你们这次是怎么回事？给哥说说。我们本来已经完成任务，只要在原地驻守，等换班修士过来便可。可是带队的陈知识借口有事，把我们带到血骨真人的洞府附近。其实他是想捞好处，我们运气不好，好处没捞到就算了，还撞见2位筑基期劫修斗法，陈知识被余波波及受了伤。随后我们准备回城，结果被一群劫修盯上，陈知识带伤不是对手，我们就被打散了。也不知有没有人通知宗门。青云宗已经知道了，我从一名外门女修口中得知的。她说是你特意叮嘱她，有消息就来通知我。啊？跟我关系好的几位都在坊外，我也没叮嘱过谁啊。果然，这女修多半是那丑比派来的，对方在设讨等我自投罗网。如果那小子真跑出去找叶云，也可能死在外头，也有可能无功而返。这里是回城最近的路，运气好能等到他。希望我的储物袋还在他身上吧。他反应怎么这么快？光天化日，离清河坊这么近都有劫修，好在这飞剑一时半会儿破不了护盾，回了房里就安全了。废物，埋伏你叶修爷爷，你打得动你爷爷吗？气死我了！飞剑距离有限，不追上去根本杀不了他。劫修，大晚上的怎么敢跑出来啊？拥有飞剑，这个修为不低啊！林师兄，我兄妹俩什么时候得罪过你，值得你蒙面暗杀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面中刁民，我认得你。什么？林师兄，你要是再咄咄逼人，老子就要去告状，看看你是不是一手遮天。他竟然知道我的身份，这该怎么办？哥，你说那位是赵老祖门下的林师兄？这个丑比和我结怨了，不过无妨，今日把话摊开，互相忌惮之下，他后面不敢轻举妄动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丑比要是再敢来，那我可就不逃了。这么说，李一莲觉得你成了凡人，跟小南颇为般配，所以把他托付给你了。这女人倒是凉薄，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丫鬟，也不舍得带在身边。小南，我不是在说你，你和李一莲不同。既然你来了叶府，以后就是我们自己人。叶云小姐，我去烧些水给您沐浴。哥，这是啥？这是青木盾，保命的好东西。如果你这次有它傍身，那老头都追不上你。这些符箓留给你防身。对了，还有这些灵石，你在青云宗修行，处处都有花销，留着用吧。不够再跟哥说。
哥，你哪来的这些符箓和灵石啊？我得了一门符箓传承，都是自己赚的，这件事要保密。的确要保密，不能被人知晓。老哥，你如今灵根恢复，应该帮你物色一位嫂子了。嫂子不急，还是修行更重要一些。反正家里有小南照看着，也不会乱。你回去以后记得小心那个姓。没事，我是青云宗弟子，他不敢在宗道乱来，不然赵老祖第一个不饶他。没了，就一枚玉简。此法乃老夫血骨真人秘传之术，擅自修习者，老夫必灭你九族！我的天，手中玉简竟是血骨真人留下的秘传之法，这是炼体之术。那个劫修老头恐怕是得了不得了的机缘，结果贪心不足，不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还要在外头招摇撞势。如今这好处白白便宜了我。血骨真人也是的，都死了多少年了，还要威胁后辈，一点格局都没有。谁会怕个死人？传闻血骨真人是金丹大圆满，说明此法并非他的核心传承，对他而言也只是辅助。也不知核心传承落入谁人之手，大概率是被青云宗那位赵老所得吧。第一层所需的灵材应该能在坊内凑全，这枚储物戒直接拿去洗货。小修，好巧啊，准备出门？伯母，你在这儿做甚？还不是你伯父因为一点误会被治安巡逻队给扣下，说要关上7天。我想着请你过去说说，化解了误会。治安巡逻队应该不会乱抓人吧？伯父最近是不是犯事？怎样才能去化解误会？化解个屁！就在里面待上7天吧。好你个叶修，自家伯父也如此对待，你爹若是还活着，定饶不了你。我爹要是还活着，你敢在这里大放厥言？这泼妇，以前叶清风虽自私自利，也好歹会顾念一点亲情。果然是家无贤妻，腹有祸事。这枚储物戒极可能是从血骨真人的洞府里挖出来的。要洗货，那就得找最有名气的中介。刚好当初爹闲谈时提及过一人，这位所在的黑市也是清河坊里关系最硬的黑市。爹以前的命战就是从这位手中购喷。清河坊很大，但真正最好的地段却是青云宗山脚那一片洞府区。这座黑市就在这洞府区附近，时不时就能看见炼气后期乃至炼气圆满的修士经过。一路走来，已经感觉到有好几个家伙栖息在我之上。中仁堂就是这儿了。公子，中仁堂只做20枚下品灵石以上的大生意。让开，我像是没眼力见的人。公子里面请。眼前这位估计就是中仁堂掌柜，不是炼气13层，也是炼气12层。这等修为境界放在清河坊内足够傲视群雄，仅次于筑基。便是爹当初也没有这样的修为。如果没有得到青帝遮天经，这位老者此刻的修行境界，我此生都无法触及。在下是中仁堂的掌柜，公子想做什么生意？功法、术法、丹药、符箓、灵材、法宝，或者是中间人，我这应有尽有。或者想找一位灵根上佳的道侣，此间也有诸多选择。路子还挺野。我要洗货。洗货？原来是老朋友介绍过来的。说说看，你要洗什么货？就是这枚储物戒。储物戒有10方大小，这样的储物戒价值已经超过1阶极品的法宝。市场价大概在200块下品灵石。据我所知，就是洞府区里的不少筑基老祖也没有这么好的储物戒。你可知道洗货的规矩？知道，我要求不高，洗成一枚3方大小的储物戒便可。是懂规矩的人。他来路干净，青云宗炼气堂堂主亲手炼制，内有3方大小，带着他不会给你惹来任何麻烦。就他了。公子可有其他生意？我需要一门御剑飞行的术法。御剑飞行，此术在清河坊内也只有青云宗内门弟子才能接触。因为每一种御剑飞行之术，同时也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剑术。不过老朽这边的确有一门御剑飞行之术，但它的速度不高，灵力消耗大，唯一的优点是它足够便宜。若非看在公子今日给老朽开了张此术，老朽也是要挑人卖的，20下品灵石，好像也不是特别贵。有了此术，赶路时就方便许多。我买了。玄龟飞剑术，听这名字就知道它的速度不快，但总比脚力快上许多。灵石已经耗尽。余下55张1阶下品青木盾也要尽快变现。难怪都说制服师的日子滋润，如果手艺足够娴熟，符箓足够有市场，这赚取灵石的速度，寻常修士想都不敢想。今天夜已深，明天再去看看1阶极品凝元丹的行情。先试试玄龟飞剑术，先这样，再这样。
不对，气息怎么断了？哪里出错了？原来是这样。所有丹药都涨价了，为什么？血骨真人的洞府不是已经开发完了吗？那边发现了一条灵矿脉，青云宗寿灵谷巨剑门已经开战，要定下灵矿脉的归属。没想到一夜之间竟会有如此变故。如果这条灵矿脉被青云宗得到，所有东西都得应提价，灵石贬值。公子要不要买？凝元丹已经不多了哦。寿灵谷和巨剑门的实力向来在青云宗之上，如果青云宗没抢到灵矿脉，丹药价格必然下沉。不买了，我过几日再来。最多也就几日内便有结果。赌一把，赌赢了，手中的灵石就能恢复原有价值；赌输了，怕个锤子！我是制服师，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制服。老哥，这次青云宗赔惨了，听一些执事聊天，好像连赵老祖都在此战中受了伤。最后青云宗整整赔了一大笔灵石，才让寿灵谷与巨剑门消气。如若不然，青云宗估计连宗旨都保不住。赵老祖都受伤了，看样子这次争夺灵矿十分激烈啊！倒是没想过赵老祖会亲自出手，本以为各家出点筑基便是。如此看来，这座灵矿脉有可能存在中品灵石，若非如此，岂能引出金丹？哥，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别出去了。寿灵谷和巨剑门的修士还在附近游荡，如果与他们起了争执，青云宗是不会管的。我晓得你这次下山是专门为了提醒我这件事，倒是你回去以后，姓林的可找过你麻烦？林师兄没有找过我，倒是李依兰那边，听说他修行进警迅猛，如今已是炼气4层。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，也许再过7、8年，他就有资格冲击筑基之境。不愧是天灵根，这样的修炼速度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我看你也不差，再有1、2年也能晋升炼气6层了。我买了一些1阶中品凝元丹，每次服用都能长不少修为。没有其他事，我先回宗修行了。3个月后外门大比，要是取得好名次，有机会进入内门修行，到时候来给我加油，顺便介绍一些师妹给你认识。放心，准时到。小妹如今终于长大了，不知不觉都要竞争青云宗内门弟子之位。她的修行功法一般，所以1阶中品凝元丹更适合她。如果她的功法炼化灵力效率足够强，吞服1阶极品凝元丹才是最佳选择。可惜青帝这天竟无法外出。你们这群奸商！我前几日刚花12枚下品灵芝买的极品凝元丹，你们现在只愿意花4枚下品灵芝回购，太无法无天了！我不管，你们必须原价买回去。今天要是不买回去，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我看你们怎么做生意！都来看看这群奸商的丑恶嘴脸啊！这位兄台财大气粗啊！12枚下品灵石的凝元丹也敢入手？最近这些丹阁的确过分了，我买的疗伤丹也崩盘，想着囤积一波。娘的，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坑了！谁让你们高价入手，砸手里了吧？不如留着服用好了。阁下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掌柜的，1阶极品凝元丹现在什么价？5枚下品灵石。行，都给我包起来，我全要了。并非不想花掉其余的灵石，而是极品凝元丹已经被买断了货。不出所料，随着尘埃落定，青木盾的价格也已经下跌。如今黑市只卖2枚下品灵石，估计我之前出的货还在流通，等上一段时间，价格还得涨。有预感，感觉能达到冲击炼气8层的关隘。炼气8层了，以往难以触及的境界，在3年沉寂之后，短短半年不到便已达成。小南，出来！我这样的修为比姓林的还逊色一些，但他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。青云宗内门弟子里炼气8层可位列中游水准，必然是不多见的。客官，你要的货还得半个月才能到。半个月嘛，那还是先试试妖血铸体大法。客官随便看，我这家小店1阶下品凶兽和1阶中品凶兽都有，就看你要哪一种。1阶中品凶兽青文珠的心头血有没有？心头血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一头凶兽只能提取出1滴心头血，阁下是用来炼丹还是制服？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青文珠的心头血有，但1滴就要10钱灵沙，我这里有10滴，你要多少？看看货，如果货可以，我都要了。阁下都要了，10滴青文珠心头血，一共得100钱灵沙。我知道，10枚下品灵石，我要看货。这就是青文珠的心头血，一共是10滴的量。货挺板正，我都要了。1滴心头血可以炼制1份秘药，这里足够10份秘药的量。
不过妖血铸体大法第1层需要连续服用100日秘药，也就是100份。仅仅是青文珠心头血就得花上100枚灵石，此法颇为昂贵，但血骨真人选择修行，必然有其精妙之处。若能在斗法上多几分保命能力，也是值得。这些天杀的劫修怎么敢在此间动手？治安巡逻队的修士都不管了吗？住在这里若还要担心，和住在外坊有什么区别？我花了整整30枚下品灵子，才在这里买下1间2居室。如果都不能住得安心，这笔钱不是为了狗？可怜了行列男士，就这样被人灭了满门，洗劫一空。公子，这些劫修胆子也太大了吧？的确是胆子太大了。我们这边已经多少年没出过这种事了。徐道友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亡命之徒灭了洪道友满门，我已经查过了，洪道友浑身上都被搜刮得一干二净，没留下任何东西，此间也没有丝毫有用的线索。对方的手段十分干净，并且从容，连防御阵都没能挡住对方，洪道友不至于无法呼救吧？防御阵顷刻间就被击碎，那道阵法至少能挡住炼气12个层的全力一击，所以我们怀疑出手之人修为在炼气13层，甚至可能是筑基。炼气13层，可能是筑基。红丹师的防御阵拦不住对方，自己的也一样拦不住啊。他应该不会对你出手，他的目标必然是洪道友这样的丹师或是符师之流，他们身家不菲，才值得冒此风险。他有可能和你上次遭遇的劫修是一伙的，你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？真没有啊。叶兄弟，最近多注意安全，夜里关好门。没有脚步，没有痕迹。公子，或许对方干完这一票就会前往其他坊治，不会在这里逗留。不能赌，他们光脚不怕穿鞋的。走，我们去洞府区那边问问有没有洞府出租。趁那个消息还没流传开，今日就先把叶府出手。就算洞府区那边没有洞府出租，也能跟小南暂住在内坊一些大人物开设的客栈，安全系数更高。你怎么来了？堂妹，有几年没见了吧？炼气3层了，不错不错。我今日来拜访伯父，你带个路吧。去，我爹现在没空，不会见你。那就可惜了，伯父一直想要我手中这套房来着。等等，你要卖房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喜欢来这儿？那你跟我来。你真要卖房？为什么？伯父总惦记着这套房，思来想去，还不如卖掉算了。大家亲戚之间以后见面也好有个好脸色，不是？小修，你的性子伯母最了解不过了。如果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怎么会把这套房卖给我们？你就是随便找个人卖出去，也好过卖给我夫妻2人吧。卖给别人会有罪恶感啊。伯母的心思总是细腻，既然2位看起来不太想要，我就找别人问问看。那个街区已经数十年没人出手过房屋，但想住过去的修士何其多。小修，来坐下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不知道你想卖多少？不多，50下品灵石，你们讲价我就走。小修，50下品灵石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但这个价格我们的确满意。你今日房契带？自然是带来了。小修，以后有空常来大伯这边坐坐。好说好说，那没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走得有点快啊，这小子。爹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红丹师都被灭了满门，叶修就住在他同一条街区，以后迟早也要死在劫修之手。幸好我这次下山及时，经过那边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儿。咱们家还是住在这里安全的多，劫修看不上。此事当真？你们怎么了？你们的神采不对劲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对了，爹刚刚不是说有个好消息告诉我吗？是什么好消息？叶修小儿，我要宰了他！夫人莫冲动，消消气，总有办法的。什么？那岂不是……就在刚才，叶修把房子卖给我们了。别慌，等青云宗抓到那个劫修，这房子就不算砸手里。有储物戒就是方便。掌柜的，请问有没有洞府出租？公子，这3座洞是筑基修士，有2阶下品防御阵护土，每月10枚下品灵石。这10座洞府略逊一超，防御阵只是1阶极品，租金也便宜，每个月只要5枚下品灵石。这么贵？1年100下品灵石的租金足够买一件1阶极品法宝。有人卖吗？没人卖的，此间洞府只出租，不会有前辈拿出来售卖。要在这里拿下一块地修建洞府，需要与青云宗关系极好才有可能。真要出售，那价格也必然是常人无法承受的天价。这个租金是怎么交付？如果是租这3套洞府，
先付1个月租金，押2个月租金。如果是这10套，付1个月租金，押6个月租金。那就这套吧，押1付2，对吧？签契约。1阶极品防御阵还是不够令人安心，2阶下品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我和洞府的主人不会见面吧？哪里会？人家前辈之所以拿它出租，是因为前辈有更好的修行之处。那就好。公子，这里好气派啊！难怪能成为洞府，仅仅是这道门号，就比老爹留下的防御阵耐打。小南，以后住在这里就安全了，除非那些劫修疯了，要不然根本不敢踏足此间。你先去打扫一下卫生吧。防御阵、预警阵都得在进屋才能开启。2阶下品防御阵竟然有4个灵石槽，需要4枚下品灵石才能开启吗？真是烧灵石啊！好在平日无需开启此阵，有洞府守护就足够了。若真有劫修不开眼，触发机关也能有所察觉，再开启此阵不迟。接下来就试试妖血铸体大法第1层，这是人喝的东西。好臭啊！公子你在作甚？罢了。你忙你的，只是一个刹那，就难感觉气血充盈，有用不完的力气，灵力也有点提升。庆文珠在所有1阶中品凶兽里反应最为敏捷，有时候4、5位炼气中期都未必能捕杀。难道说妖血铸体大法除了让我体质变得更强，还能收获凶兽相关的能力？有些期待把第1层练到圆满时会有何种变化。炼体消耗的是气血，而这副秘药等于直接让我节省了炼体所耗费的时间，但同时气血也消耗太甚，之后得准备一些血石放在家里了。道友好，在下刚刚搬过来，还没来得及登门拜访。你是这座洞府的新租库？还真傲，也明白这是正常现象。能居住在洞府区的，哪能没点背景和实力？这位女修并非筑基，又能住在这里，大概率是某位筑基老祖的道侣吧。这种人物还是少接触的好，至少在我筑基之前，尽量别打交道。叶公子，这极品凝元丹依旧是无货。果不其然，过了小1个月不到，青木盾的价格在下跌之后，又缓缓回升了一些。你听说了没？最近咱们内房出了一个血手人屠啊！前段时间红丹氏不是被人灭了满门，就在隔壁街，陈府氏也遭殃了。对啊，炼气10层的遭殃了，一家老小33个无一生还，怎么不管？听说青云宗鏖战唐楚子都亲自带人下来了一趟。我估计这段时间那位劫修是不敢动弹。果然搬家是对的，这也太疯狂了！接连制造这种大案子，杀的不是丹师就是符师，都在内房有点名气。这位劫修是走投无路了还是咋地？前辈，小友刚搬来的吧？前段时间就看见了，只是小友一直在闭关，老朽也就没有登门打扰。老朽姓李，是一位丹师。原来前辈竟是一位丹师，失敬失敬。你以后见了那位，可别擅自去打招呼了，他的姘头来历不俗，小心惹上麻烦。啊，多谢前辈提点。有空来我这儿喝喝茶。这洞府区的道友，我多少都认识1、2。这个老二好浓郁的血腥味，令人作呕。寻常修士偶尔斗法也是点到为止，只有劫修才能有如此浓郁的血腥味。此法果真神异，第1层都没有练成，就能够感知他人身上的气息。这个老头是个大劫修啊！该死，他怎么会住在洞府区？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他应该不会吃我吧？不然跟徐武通风报信一声，让治安巡逻队来解决此事。可没有证据，先躲着修行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已经连续服用了30日秘药，我的气力，这仅仅是30日秘药带来的好处，等余下70日服满，我这力气可能还要更可怕。真正的好处，应该是我的感灵力。小南，你用这个剑刺我。来。公子，我根本刺不到你啊！你真的闭上眼睛了？没偷看吧？这种能力好像成为了我的本能，根本无需灵力激发。小南并非修士，修士的飞剑会更快。下次与人斗法，找个机会印证印证。道友这手笔，小老儿佩服佩服。这段时间，此符箓在清河坊已经颇负盛名，如今一道符箓可以炒到4枚下品灵石，可谓是天价。4枚？近日，清河坊出现了不少兽灵谷和巨剑门的修士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对青木盾甚感兴趣，暗中收集。所以在更高层面，青木盾的价格已经达到4枚下品灵石。下面不知内情的修士用2枚、3枚的价格收购，根本收不到。道友既能来中人堂，也知晓我堂声誉，
240枚下品灵石，我堂一笔付清。这之后，他们卖到什么价格，便与道友再无瓜葛。后续的风险，我堂自行承担。如何？原来如此，这位掌柜的确办事公允，换一个人未必会这般坦诚。幸好当初传授给我的是符箓之术，如果是丹术，一阶下品丹药再如何，也卖不到这种价格。成交。从中人堂走货，省却不少麻烦，价格也在期望之上。完成交易后，身家到249枚下品灵石了。道友，这段时日清河坊有点不太平，道友切记要小心一二。他觉得我是符师，所以提醒我小心结修。还好我符师的身份一直不曾暴露，闷声花钱便可。极品凝元丹有了，秘药也凑齐了，制服灵材也够一段时间消耗，一共花了240枚下品灵石，余下的更好买了符纸朱砂。接下来便安心待在洞府里，等我炼气9层再出来。不会吧？小友回来了。筑基老主，这人的气息好可怕。李前辈，这边出什么事了？为何这么多治安巡逻队的修士进进出出？还不是劫修，那位道友死得好惨，听说先被人占了身子，然后被人残害。这老匹夫如此恶毒，几乎可以断定是他干的。他身上的血腥味又浓郁了几分。这些劫修无法你们这群治安巡逻队的修士是吃干发的，洞府区的修士也能被劫修如此凌辱残害？大人，把这附近住的修士都喊过来，老子要问话。与其等你们这群废物破案，不如老子亲手来破。青云宗传功堂之张庆，紫衣女修的姘头，筑基中期。偌大清河坊，也只有青云宗能找出这等强者。你的修为，启禀前辈，晚辈是炼气8成。这等修为如何住得起洞府区？莫不是劫修派来的眼线吧？道友，我和你何仇何怨，要这般坑害在下？只是有理推测而已。他说的对，你炼气8顷，凭什么住得出此间？如果这件事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就是劫修同党，我马上杀了你。前辈，在下之前居住在红丹师附近，也算是内坊核心区域。因红丹师遭遇劫修灭了满门，在下心中惧怕，这才卖了宅子搬到此间，只想避避风头，等劫修被捉拿后再去找个住处。前些时日，红丹师的确被灭了满门。你刚到此间，又有修士遭伤，好巧啊！他奶奶的，我得罪过这家伙。世上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？行了，把此子抓下去审问。等等，徐武来了。弟子徐武拜见张堂主。原来是小武啊！前几日我还和你师尊你爹一起喝茶论道呢。这洞府区的事也归你管，那可太巧了。你来看看我这位道侣死得多惨。那位劫修是与张青有大仇。张堂主，我们最近一直在追查这位劫修，已经有点线索，还请张堂主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叶道友身家清白，自小在清河坊长大，前些时日也遭遇过劫修滋扰。这次他卖了宅子搬到洞府区，也是为了躲避劫修，只是刚巧遇上了此事，还望张堂主明鉴。原来他和你有几分交情，那就先不拿他。但是小武啊，你们治安巡逻队总该要给我一个交代，是不是？如果鏖战堂训练出的你们只有这点本事，我看以后治安一事就由我传功堂来统管好了。看样子，这位传功堂主打算借用此事，把治安巡逻队从鏖战堂抢到自己手中。清河坊治安巡逻队牵扯不少利益，但是黑市校警就是一笔不菲的计额。张堂主请放心，治安巡逻队一定能揪出这名劫修。好，我只给你们半个月时间，半个月没有结果，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办事了。徐道友，你这次来的太及时了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是丁武看见你被带进洞府，特意传讯于我。丁武道友，以后有事尽管说，在下能帮，定然不会推辞。叶道友客气了。其实就算没有叶道友，此事我也要通知上官。洞府区出了如此大案，影响十分恶劣。如若迟迟不能破案，治安巡逻队必定迎来一番从上到下的清洗，我的职位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。
李丹师，那份丹药你多上点心。连张前辈都找李丹师炼窝，看样子李丹师的手艺越发精湛了。两位，我好像有一些线索，与那位杰修有关，不如进我洞府详聊。啊！姓李的，本来你不在洞府区搞事，我还暂时不打算搭理你。这次差点害我出事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爷爷嫩死你！叶道友，你说有线索，是真的有线索？徐告主、丁道友，你们觉得犯下此等大案的杰修会不会住在此间？张堂主的那座洞府有一阶极品防御阵，如果此阵开启，没有哪个修可以无声无息闯入，说明这名杰修与住在里面的女修认识，很有可能就是洞府区的住户。可能性极大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不算什么线索吧？洞府区住户这么多，你也是其中之一，真要计较，你也有嫌疑。这可不敢乱说，在下一身正气，绝非杰修之流。叶道友，你别卖关子了，这件事关乎到清河坊的安定，也关乎到我们治安巡逻队的安定。若真有线索，还请直言。是这样，我们假设这位杰修是这里的住户，那么他刚刚很可能一直在看热闹。如果他发现二位进了我这儿，又听到我说有点线索，他会怎么做？直接闯入杀你灭口，我等可以守株待兔，捉拿真凶。不会，这座洞府有2阶下品防御阵，是我爹亲手布置，对方想闯入此间太难，大概会以言语哄骗混入此间，再询问叶道友今日与我2人谈话的内容。什么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这座洞府是我家的产业。说正题，这名杰修也有可能察觉这一点后直接遁走。如果无法肯定他会前来，我也不好申请让筑基老祖埋伏此间。只能赌一赌了。丁武道友，事不宜迟，你带着我的玉牌去传讯，让我师尊亲自来一趟，找你信得过的手下，你别亲自前往。是。薛道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近段时间杰修突然疯了一样出手，真正目的是什么？真正目的？他的目标会不会是治安巡逻队？你是说这此几名修士损失远远没有治安巡逻队的利益来得大，我这也只是一种猜测，做不得真。徐道主听听就好，千万别传出去，那位张堂主一根指头就能碾死我。虽是猜测，但他的受益的确最大。虽死了一个道侣，可也只是养在外面的妾室。前段时间，我听说他真正的道侣为了此事，已经与他争吵过，所以这位女子的死对他不仅没有坏处，反而有好处。如果能借此事再把治安之事揽入手中，叶道友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件事的？就是灵光一闪。其实我是先确定了李丹师是那位杰修，而后看见张堂主和李丹师似乎早就结识，刚刚还亲自送他出门。对方先前下了逐客令，却把李丹师留到最后，难免惹人怀疑。基于这一点，我才有了后续这些判断。我希望徐武和他背后的人能让这件事真的尘埃落定，这样我才能有个舒适的修行环境。谁能想到，躲进洞府区，还能遇见这种破事，晦气。如果是这个目的，那今晚肯定会有人来你这儿问询。这件事很可能牵扯到治安之事的归属，背后之人一定会排除一切阻碍。叶小友可在？李丹师这么迟了不知。我对白天之事有点猜测，又不敢跟别人说，只好找叶小友聊聊。叶小友可方便？白天之事？难道李丹师知那位杰修的身份？有一点猜测，只是那位身份太特殊，我怕说出去会出事。叶小友不是与那徐武姑娘关系不错，所以我想着跟叶小友聊聊，让叶小友去说道说道。若是能抓到那位杰修，你我都能得到不菲的好处。如果叶小友不太方便，我明日白天再来也可。李丹师太见外了，有啥不方便的？快请进。叶小友这座洞府在洞府区内也算是最为顶尖之流了。老朽那一座也只有1阶极品防御阵，不像叶小友这座有2阶下品防御阵。是小子太过怕死了，也没多想便租住了此间。怕死好，作为修士就是要怕死，才能万年长青呢。
不知下午叶小友与那2位聊了些什么？或许你我的猜测是一致的。李丹师，您猜的是谁？是我在问你话，而非你在问我。小友这是……有你个锤子！老王八露馅了，还装什么蒜？恭请前辈出手，擒拿此贼！王道友，好久不见，今晚这是……李丹师，你我也曾同桌吃过酒，论过道，不曾想你竟是一名大劫修。这段时间的大案都是你犯的吧？倒是让我这位鏖战堂堂主伤透了脑筋。王道友何出此言？什么大劫修？我怎会是劫修？这其中是否有何误会？不如……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终于逮住这位大劫修了。只是没想到会是李丹师。李丹师的炼丹技艺颇为高超，曾经为数名筑基炼制过筑基丹。根据记载，其经手的筑基丹成丹率有1成之高。1成之高，没想到这个老王八还是个人才。我以前就听说过筑基丹这种宝贝，只是普通人炼制起来，可能100次都未必能成功1次。以后我炼气13层，也得自行凑齐筑基丹的灵材，要么自己炼，要么请丹师来炼。该死的玩意儿，敢在清河坊作案，敢杀我道侣，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！这家伙当着鏖战堂堂主的面杀人灭口，这飞剑的速度快到了极致，肉眼甚至都无法捕捉。青藤护盾面对这一剑，恐怕也无法抵挡。老张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何必对尸体泄愤？老王，我刚刚得知消息，一时间气血上头，早知就下手就轻一些，留其一口气慢慢砍问。无妨，我以坐实他劫修的身份，好好搜查他的洞府，就能找到证据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这一招引蛇出洞还真是有效，是你想的点子，是我这徒儿想的点子。张堂主，我今日和属下合计了一番，总觉得作案之人应该居住在洞府区，也可能是这附近的住户，所以便试试这招引蛇出洞。倒是没成想，马上有了成效。哦，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我看你在此间历练完毕，可以在鏖战堂内担任一官半职了。内门弟子里有你这般心思的没几个。是个冰雪聪明姑娘啊！无论是那位鏖战堂主还是徐武，都在为我遮掩，不至于令一名筑基中期盯上我。张堂主过奖，仔细搜查，不要遗漏任何线索。是。这是红丹师的炼丹炉，这是陈服师的伏笔。看样子的确是他无误。接下来便是你们的事了，我先告辞。你叫叶修？晚辈叶修，见过王前辈。小五都跟我说了，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才能快速解决。不过李丹师如今已死，此事便到此为止了。在下明白，难怪刚刚对方不阻止张庆杀人灭口，原来是故意为之。看样子青云宗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或许对方这么做也算是一种妥协。是个聪明的孩子。你刚刚用的那道符箓是最近很有名气的青木盾吧？你也算是为治安巡逻队解决了一件大麻烦。这次的奖金，你和小五一人一半好了。还有赏金？对李丹师的赏金是40枚下品灵石，过几日我派人送过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叶道友，张堂主那件事，即便是我师尊也无法利用此事来对付他，所以只能互相妥协。你以后切记别跟外人提及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公子，麻烦解决了吧？刚刚院子里的动静，我只敢在老远张望，吓死个人。暂时是解决了，明天买点好菜，咱们得庆祝一下。这段时间青木盾的价格倒是没有多少变化，依旧按照3枚下品灵石来结算，如何？上次服用极品凝元丹，效果越来越差，同种类丹药难以叠加的传闻倒是真的。幸好我吃的是极品凝元丹，若是下品中品，耐药性只会出现得更快，连极品药效也会受影响。
赵天绰，散修，在清河坊50年，名下2家灵材铺。当初在张庆面前破我赃，如今又暗中盯梢，炼气13层，距筑基境1步之遥。好在不是劫修，坊内他掀不起风浪。且看他打什么算。公子，您要买些什么丹药？极品凝元丹到货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最近极品凝元丹缺货，公子看看其他丹药。你们这儿有没有1阶极品淬元丹？1枚1阶极品淬元丹，售价8枚下品灵石。8枚？你们抢钱啊！走了。穷鬼！赵前辈，您来了，今日买点啥？刚刚看见一位道友进来，他买了什么？哦，您是说那个穷鬼啊？他想买1阶极品淬元丹，结果听到8枚下品灵石的价格，还说我们抢钱，什么也没买就走了。果然盯上我了，倒要看看你打的什么主意。20颗淬元丹总算凑齐，还剩96枚下品灵石。灵石只有用出去才是灵石，堆着不过是普通石头罢了。旧伏笔已经不堪用，该购置一支好伏笔，再备些上等制服灵材。练了这么久，也该试试1阶上品青木盾了。叶修，大伯，好巧啊！你还有脸过来？要不是巡逻队抓住了大劫修，这套宅子就要砸在我手里。你这厮连秦大伯都坑，可恶！如今这宅子价值几何？哼哼，那位劫修伏法，这宅子自然升值了。那不就行了？你捡个大便宜。敢在背后说我巨剑门的不是，找死！巨剑门的修士，寿莲谷与巨剑门都是附近大宗，实力远胜青云宗。血骨洞府的好处大半都被他们。谁敢在清河坊内放肆？治安巡逻队有麻烦喽。只希望丁武可以妥善处置这件事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关键在于这位的身份太过特殊，青云宗又刚刚在巨剑门和寿灵谷手中吃瘪，如果没处置好，很容易引发更严重的问题。道友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，需要在坊内动手。地上的这个家伙，在喝酒的时候说我巨剑门的坏话，我就找上他教训了一顿，不行吗？是这样，我们清河坊有规矩，如果有修士在坊内动手，需要跟我们回去调查清楚。如果事情不大，问个话也就可以走了。呸！当初我只是在你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就被关了7天。他面对巨剑门修士就这个态度，小人！大伯，你和巨剑门修士能一样，人家身份高贵着呢。对方这么处置，巨剑门修士怎么说也会给几分薄面。治安巡逻队的修士他也敢打？巨剑门真的这么无法无天吗？你们这些巡逻队修士也敢在爷爷面前放肆？如果这一下被拍实，即便不死，也至少要在床上躺个1年半载。小兔崽子，还不退？换做旁人我便退了，可面前是丁武，青藤护盾。找死！砍啊，继续砍！你砍得进来，老子认作你爹。你就定了！你的伤不要紧吧？没多大事。这巨剑门修士真的疯了，他怎么敢在清河坊这样动手？平日遇到大人物都好声好气，顶多呵斥几句，哪有直接动手打脸的？今日此举，不仅我面子全无，巡逻队的脸面又置于何地？这位的青藤护盾好生精纯。是啊，好像只是1阶中品青藤护盾，为何施展起来比我的要强上许多？炼气7层都砍不动。这小子，从前只知他偏爱青藤护盾之术，没想到竟钻研到这般地步。每一种术法在熟练路上被大致划分为4个小境界：初学乍练，略有小成，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。叶修的青藤护盾已经登峰造极了。叶道友，你这青藤护盾之术，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啊！我看此人根本砍不进来。哪里哪里，
只是熟能生巧罢了。你敢不敢出来与我堂堂正正斗一场？你连我的青藤护盾都破不了，没资格与我斗法。你，唉，清河坊的男人都是这般缩头乌龟吗？周师姐，叶道友，咱的青藤护盾还能顶得住吗？这位的修为极有可能是炼气9层，甚至是炼气10层。放心，别的不敢说，我是清河坊内最硬的男人。何况他一句话已经得罪了在场所有人，可能不需要我们出手了。周师姐，此次施展的一阶中品术法青藤护盾，可能已真至登峰造极之境，不然挡不住我的剑。那只是你的剑还不够火候。师姐教训的是姑娘，你说我们清河坊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？那你有本事就把这2位当街砍死啊！支持个屁！支持我就要让他砍死我。看来我高看了这群男人，被对方如此羞辱，也没几个愣头青出面吸引力量。要破此盾，一剑足矣。只是我破了此盾，你们清河坊的男人们是不是都要承认自己是缩头乌龟？这些年青云宗疲软，怕也与诸位息息相关呢。撤了青藤护盾，与我这位师弟堂堂正正较量一番。道友此言差矣，青藤护盾不是术法，凭什么不算是堂堂正正的较量？他连此度都破不了，还有什么资格瞧我其他的手？道友此言极是，连青藤护盾都破不了，这就是巨剑门修士的手段。想要激怒，差了点火候。我说过，要破此盾，一剑足矣。丁道友，我说过，我是清河坊最硬的男人，你相信了吧？叶道友好手段，叶道友好手段。怎会如此？连周师姐都没破开，我也不算太过丢人了。哎呦喂，巨剑门修士也不过如此嘛！什么此盾一剑破之，完全是在说大话。我还以为多强呢，敢嘲讽清河坊男人都是缩头乌龟，如今随便一位道友就让他束手无策了。再来！巨剑门周仪，你违反清河坊律法，当街动武，纵容麾下打伤治安巡逻队修士。依此间规矩，你要立马离开清河坊，半年之内不得再次踏入此间。徐武，你在治安巡逻队任职？原来他也认得徐道友，好像还有点怕他。还等什么？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，这里并非你的撒野之地。我是准备前往青云宗探望表妹的。青云宗有你的表妹是谁？前些时日拜在你们赵老祖门下的李一莲。李一莲是你的表妹？那就上山去，别在清河坊逗留。哼，我们走。叶道友，以后你别轻易离开清河坊。丁武道友，若非为了救你，我何至于得罪此女？你得请我喝酒。那是自然，叶道友讲义气，我丁武也不是懵懂之辈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段时间跟巨剑门、寿灵谷修士有关的案件，你们要等我到场再处置，免得再发生今日这种事。大人，寿灵谷和巨剑门修士近日越来越过分，咱们就真的不管吗？有些事你不懂，听我的就是。小修啊，大伯也避叫你之前那件事了，你跟大伯说说，当初在山里吃了啥？怎么一下开窍了？大伯，东西我吃都吃了，你问这有什么用？就算是我拉出来，你也赶不上热乎的，早就被禁卫军送走，扔田里施肥去了。距离青云宗外门大比好像只剩20来天，刻不容缓。叶道友可在洞府？在下赵天绰，有事求见。公子，这位前辈先前已经过来叫过门，不过公子没在，我没敢开门。你做得对，以后只要不是叶云，谁来都别开门。叶道友，赵道友，道友来此所谓何事？叶道友不请我进去说话，就站在这边，恐怕不太好吧？你我之间已经熟络到可以登门拜访的地步了。要是赵道友是那劫修，我放你进来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以后切莫再说这种话，令人误会。叶道友还是在记恨那日我说的那些话吧。其实那日我也只是想尽快找出劫修，才做出一番推测。
属实没想到老老实实的李丹师会是那杰修。废话不用多说，我和你之间没什么交情。你今日登门造访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这是我的道侣，你看他做甚？原来是叶道友的道侣，失敬失敬。既然如此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在下开了2间灵材铺，于清河坊内也有些名声和地位，不少兄弟抬举，都喊我一声赵哥。你不会是来炫耀的吧？等等，我听几个兄弟说，这段时间叶道友买了不少青文珠的心头血。你兄弟可能认错人了，弄了半天，对方是因为这件事盯上我。青文珠的心头血可以用来炼气、炼丹，甚至用来制服，还能用来熬制一些偏方。就算我买了不少，不至于惹人怀疑吧？我兄弟眼力好，不会认错的。我今日来是想与叶道友合作，我手头有不少凶兽的心头血，如果叶道友有纹路变现，我们一起合伙如何？哦，是你最近生意不太好，凶兽的心头血卖不出去？卖是能卖，但没有叶道友买的量这么大。我想着叶道友如果有什么门路，也可以介绍介绍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阁下误会了，你兄弟看到的真不是我。若没有别的事，我要休息了。叶道友可曾想过，一个人想吃成胖子，很容易会被撑死的。威胁老子？要换做几个月前，我还会忌惮一二。那时候我灵根没有恢复，也没有现如今炼气8成的修为，更没有碧龙飞剑，不认识徐武这样又聪明又漂亮、身份背骨又大的姑娘。赵道友这是在威胁我是吧？我只好把今日之事告知徐道友。哦，徐道友就是徐氏丹阁的少东家，青云宗鏖战堂堂主的亲传弟子，治安巡逻队的上官。你那日在张堂主的洞府见过他一面。叶道友误会了，我刚刚只是好心提醒，并非威胁。若没有别的事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区炼气13层，连筑基都不是，还敢在洞府区威胁人？小南，以后出门得小心一些了。我不想惹事，但最近有些事总会主动找上我。公子，要不要跟小姐说一下这件事？小云只是外门弟子，他知道了也处理不让他担忧，无心修炼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我会处置妥当。终于炼气9层了，这个境界，当初的我想都不敢想，快要追上爹当年的修为了。9层到10层是一道瓶颈，按照现在的进度，或许就要花半年，2、3年内可以到炼气12层，再花1、2年打磨，突破炼气13层，找筑基灵材，自己或请他人炼制筑基丹，冲击筑基之境。虽然我现在身负仙元，可对于筑基而言，心中仍有一丝顾虑。筑基之境难如登天，就算准备齐全，也可能筑基失败。失败一次，下一次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。如果失败2次、3次，或许终生筑基无望。我如今拥有的一切，对于筑基似乎并未有特殊加成。到时候应该多准备几颗筑基丹，务求一次成功。又失败了，失败，这难度着实有些高啊！是我太心浮气躁了，我就不信了。再来。罢了，这次好歹有些进步。先弄1阶下品青木盾，至于上品，等小妹外门大比结束，我再试试。掌柜，有没有1阶极品的防御型法宝？1阶极品的防御型法宝。前段时间因为血骨真人洞府出事的缘故，坊内的防御型法宝已经有些断货。不过我知道仙宝铺掌柜手中还藏着一件1阶极品法宝碧涛甲，听闻是青云宗炼气堂堂主亲手打造。碧涛甲，碧剑，这会不会是成套的？这件碧涛甲附有1阶极品术法碧海听涛，催动之下，即便是遭遇炼气13层，也可抵挡一段时间。你若是要我做个中间人，从他手中要来此甲，以120的价格售卖于你，可好？你去他那边买，大概率也是这个价格。我与他有几分交情，可以压些价格，从中也赚点微薄的介绍费。好。
一阶极品灵兽天水牛，一阶极品灵兽啊！10万大山是凶兽的天下，而灵兽也是从凶兽之中诞生的。它们生来灵智就高，可以被修士收服。只是这样的灵兽万中无一，可遇不可求。偌大的清河坊，各种生意都有人做，唯独灵兽的生意没人做。原因无他，没人有这样的手段。听闻10万大山里某些超大型的坊市，才能看到有人在经营这方面的生意。晦气！叶道友家里也有人在青云宗外门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我有个小兄弟不小心跟我说了一些关于叶道友那位妹妹的事。赵天绰，你怕不怕满门死绝？包括你那些小兄弟也要跟你一起上路。威胁我叶道友，你急了？我没急，我很认真的问你，怕不怕？以你的修为，我还真不怕呢。外门大比，难免会受伤。希望叶道友的妹妹这次能取得好成绩吧。阴魂不散的狗东西！对方也有亲族在青云宗外门。赵天绰既然打探到了叶云的消息，必然想借此来显示他在清河坊的地位。还好，等小云穿上碧涛甲，就算取不得好名次，也至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小云，你在等你哥？我听说他好像和李师姐有点特殊的关系，今天李师姐他们也会到场，要是遇见了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管他呢，我哥和他能有什么关系？只不过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罢了。外面那些传闻都是捕风捉影，你别瞎掺和。可惜你哥了，本来3属性灵根也还可以，炼气5层的修为放咱们外门都算是水准之上，只可惜灵根萎缩，修为尽毁，以后只能当个凡人。你们知道个屁！大哥修为恢复的事情，越少人知道才越好。大哥，小南，老妹，叶云小姐。小云的大哥长得还不错哎，也难怪李师姐当初能与他有过一段。老妹，哥这次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样的惊喜？小妹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你们大比马上要开始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哥，你刚刚说的惊喜是什么？时辰不早了，咱们得快点赶过去。你瞧，哥，你这是做甚？怎么了？这件1阶极品法宝碧涛甲有什么不对？真的是1阶极品法宝，好浓郁的水灵力，好喜欢啊！喜欢吧，喜欢就好。这么贵的东西给我怎么行？你自己穿吧。你在坊市内更需要此物，青云宗没有劫修，反而安全呢。你忘了，我还有避线剑，更何况它是水属性法宝，哥特意为你选的。你抓紧换上去，顺便炼化它。快点啊，我和小南在外面等你。笨蛋哥哥，1阶极品法宝放在家族里都能惹出明争暗斗，甚至闹出人命。就算是外门，也从没听说谁有1阶极品。试试碧海听涛的威力。好，哥，我现在的修为催动1阶极品法宝，对灵力损耗太大，它只能在关键时候使用。还好前段时间我服用了好几颗凝元丹，如今是炼气6层嘞。就说你的气息好像玄厚许多，炼气6层，不错。
笑吧笑吧，再过几年你笑得出来，我跟你姓。青云宗大概1000多名外门弟子，外门弟子的丹药、灵砂都要自己获取，宗门只传功法，只有进入前3才能被内门长老选中，获取更好的修炼资源。大多只是炼气3、4层，都是陪跑的。炼气5、6层能冲前100，炼气7、8层的，看了半天也就10几个。小云遇到炼气7、8层肯定不是对手，但有碧涛甲，足够撑到认输。他这次只要不受伤就够了。小半年没见，他气质更出尘了。上次听小云说他炼气4层，现在看，怕是已经炼气5层了。这么短时间到炼气5层，除了天灵根的优势，赵老祖肯定没少下功夫。金丹老祖身家丰厚，极品凝元丹、淬元丹少不了他的，这方面他优势比我大。但我有青帝遮天经，能缩短炼化时间，把药效最大化。青木之灵也比他的木灵根强一个档次。李师妹，那位好像还对你念念不忘。林师兄，请放心，叶修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会纠缠于我。徐师姐怎会认识叶修？自从上次被对方道破身份后，我这段时间显得很低调，并未太过关注叶修，根本不清楚叶修为何与徐武相识。徐武是鏖战堂堂主的弟子，而鏖战堂统管清河坊治安大小事务。也许是因为治安之事，清河坊最近好像不是很太平。治安之事，以徐武的出身，没有任何理由会看上被我放弃的叶修。林道友，赵老板，来看你儿子的比试。我记得赵师弟已是炼气7层，此次有望夺下前3。犬子修为不济，前3不敢奢望，能有个亮眼名次便可。这位姑娘是我师尊刚收的弟子，李师妹。这位赵老板在清河坊开设了2家灵材铺，以后你需要什么灵材，若是宗内没有，可以问问他。在下李一莲，见过赵老板。失敬失敬。原来李道友就是前些时日觉醒了天灵根的天骄，今日得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想当初这样大人物，甚至都不会用正眼看我。徐道友，徐师姐，我是李一莲。李师妹，我听说过你，半年时间有炼气5层的修为，不愧是天灵根。徐师姐认识叶修，因为结修之事与叶导有接触了几次，李师妹也认得他。徐师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李一妹是跟叶修一起长大的。李师妹觉醒了灵根后，坊间有奇怪的传闻，说李一妹和叶修关系匪浅。没想到这位李一莲也跟那叶修认识。这些传闻可能伤到一位姑娘的声誉，如果这些传闻是叶修传出来的，我看治安巡逻队应该找他好好谈谈。叶道友还不至于小肚鸡肠去造谣一名女人的声誉，这个传闻想来是无聊之辈乱说的。林师弟和李师妹大可别放心上。和那2位聊什么？师尊，这位李师妹服用叶道友幻灵丹觉醒了天灵根，便分清界限。见我与叶道友聊了几句，又想试探我与他之间的关系，心思不浅呢。心思若浅，怎能修行？开始了，你叶云小姐要上台了。我认输。叶云炼气6层了。你弟弟估计留下不少好东西呢。叶云已经炼气6层了。叶云师妹前段时间去外面猎杀凶兽，修为有所增长。以师妹的修为进度，年底就能轻松超过她。林师兄，我可不会以叶云为目标。徐氏丹阁少东家，父亲是筑基修士，师尊是鏖战堂堂主。徐武是青云宗年轻一代的女首贤，如今女修首贤只会属于我李一莲。
林道友，我那不成器的儿子要登场了。叶云这次的对手有点厉害，他要输了。小云这么快就遇上炼气7层了，也不知应付得来吗？林道友，犬子的对手好像是那叶修的妹妹叶云。哦，你也认得？和他在坊间有过些许冲突。赵师弟是炼气7层，这场比试想来是赢定了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叶师妹，我们点到为止好了。好，那就请赵师兄赐教。赵师兄这次可是争夺前3的热门选手啊！修为比他高的只有2位，可那2位背景没他强，平日的修行用度差了太多。我听闻赵师兄已经掌握了一件1阶上品法宝，那2位好像只有1阶中品。赵师兄的对手是叶云师妹，她的实力近日有所提高，也不弱呢。叶云师妹的背景以前还不错，可她爹死在10万大山后就一落千丈。家里还有个拖油瓶。拖油瓶？你没听说过？他哥啊，3年多以前灵根突然萎缩成了凡人。我听说李师妹。看见没？那位是赵老板的独子赵蛟龙，炼气7层，这次极有可能争夺到前3。赵老板是谁？上山的时候那头天水牛的主人啊。是他呀，难怪。我看那位姑娘几场斗法干净利落，也未必会输吧。输定了。赵老板是什么人？清河坊有2间灵材铺，炼气13层，住在洞府区。这等身家给他儿子配个1阶上品法宝，不为过吧？若真有1阶上品法宝，还真有可能争夺前3，也许还能争夺第1。小云危险了！赵师兄为何要下此狠手啊？难道小云得罪过赵师兄？碧海惊涛！叶清风，你弟弟有好东西，都留给他2个儿子，一件也不孝敬你呀！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当初若是对他好一些，可能……还怪我了？看来叶云师妹也是有备而来，或许她父亲生前留下了一件不错的法宝，被她继承。李师妹，你可曾知晓一二？没听说过。难道叶家真有1阶上品的法宝留下，而叶修不曾告诉过我？这是碧海听涛啊，防御之术里也算是排尖的。青云宗弟子不愧是个个天骄。随便一位外门弟子都有品质不错的法宝傍身。叶道友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，他刚卖了宅子，前段时间又得了那笔响金，还在徐氏丹阁买过极品凝元丹，手头颇为宽松。不出意外，这件法宝就是他为叶云准备的。放心吧，小云没那么容易受伤。赵蛟龙有赵天绰当靠山，我老妹有我当靠山，想利用大笔报复小云，他们大错特错。先前只是厌恶，现在这个家伙已经可以去死了。叶师妹这件护身法宝怎么称呼？赵师兄，我只是施展了1阶术法碧海听涛而已，并非法宝。不是法宝？以他的修为，碧海听涛怎么可能挡住我的杀招？叶师妹说笑了，那我们继续吧。小妹现在有2种选择，要么认输，要么耗尽此人的灵力。从斗法来看，小云已经磨砺斗法能力，有碧涛甲，她立于不败之地。可惜没有树木，如若不辞，青木盾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用。继续纠缠对我没有好处，如果灵力耗得太多，下面的战斗不好应对。叶师妹，你也知道你并非我的对手，我们点到为止，你认输吧。赵师兄说的是哪里话？我们斗法到现在，你一招我一招，不相上下，要认输恐怕还得再等等。哼，那就继续吧。1阶术法青藤刺，就是现在！1阶中品术法，火灵掌。这是1阶下品青木盾，好像是。刚巧赵蛟龙施展了青藤刺，
才让青木盾有了使用媒介。这女娃很会找机会啊！还以为她必胜无疑，炼气7层竟然输给炼气6层。叶云还真赢了。这位堂姐的确有点不简单啊。叶云都这么强，那叶修岂不是？刚刚叶云施展的符箓是？这段时间清河坊出现了一些1阶下品青木盾，此符有使用限制，但作为保命所用，还是效果不错，不少人追捧。难道叶修偶给他的灵石，给叶云购置了这种符？难怪都说火灵掌威力恐怖，比起同阶活性术法，他的威力绝对拔仙。可惜是近身术法，必须贴身才能使用。气不死你！这小妮子不错，进外门多久了？也许他这次真能夺得前3，依仗法宝和符箓而已。他凭借真正的修为，还胜不了炼气7层。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，取得胜利，这不正是修士斗法的真谛吗？我看这女娃还行，有如此应变能力，不管是对付凶兽还是劫修都不错。秦松，你想收她为徒？再看看吧，如果她接下来表现还行，收她进内门也可以。王堂主打算收叶云为弟子，这又如何？他与我仍然差距甚远。等下一次外门大比，我就有机会争夺前3了。叶云，王堂主，可愿入我门下？入您门下？王堂主还真收他为弟子了。叶师妹，师尊问你话呢。叶云愿拜入王堂主门下。好。只有防御不可，还得要有攻法手段。多谢师尊。这位王堂主慧眼识珠啊！老王，你这忒大方了。那位劫修留下的好东西颇多，这柄飞剑就是他留下的，顺水人情而已。公子，咱们不等一下叶媛小姐，打个招呼再走吗？叶媛要拜师，很繁琐的，估计没工夫见我们。我们先回去，下次再找他。小修，大伯、大伯母，小喜，你们啥事儿笑得这么开心？我记得叶庆没有名次吧？小修啊，伯父以前是恨铁不成钢嘞，咱们大家都是亲戚，要多多走动。要不你搬回叶府住？叶修堂哥，你搬回来住好了。这个那边有点危险，我现在搬去洞府区了，没理由再搬回去。洞府区那边住的比较舒心。小修能住洞府区，说明本事大，老夫心中甚慰。以后有空多回来走走，吃顿便饭。好说好说。哥，老妹，你不是拜师了，怎么还有功夫过来？师尊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，当时磕头就算拜师了。王堂主不错，要不然也培养不出徐道友这样的弟子。你以后要好好修行。知道了，我这次特意过来跟你说，徐师姐说我以后可以不用去访猎杀凶兽，只要加入治安巡逻队便可。每个月的薪俸是15钱灵沙，做满1年就可以回宗修炼1年，还能额外再得5枚下品灵石的补助。除此之外，身为内门弟子，每个月还能再从宗门里领取1枚下品灵石。我算过，1年足足有35枚下品灵石。而我以前在外门，再努力1年也只有3、5枚下品灵石。以后丹药、符柱甚至法宝都不用老哥为我操心了，我自己可以置办。不愧是青云宗内门弟子，1年35枚下品灵石，不吃不喝2年，能在内坊核心购置1套宅院，并且自带防御阵法。就是极品凝元丹，1年也能买7颗。叶云待遇这么好，应该和他是鏖战堂堂主的弟子有关。现在清河坊经常有劫修冒头以及张青的小动作，虽然比起去猎杀凶兽轻松安全几分，但同样存在一定风险。也好，总好过去外面风吹雨淋。真有什么危险，我在清河坊也能照应到你。你上任以后就直接住洞府区，这是备用令牌，你拿着。
叶道友，我和你八字不合，没必要装蒜，有事说事，有屁放屁。里面是最后一份密钥，百日攻城就在今日。青帝遮天经虽然牛，但在修行初期，妖血铸体功法也未必弱于他。气量正在缓慢增长，感知力也在逐步提升。这洞府好大呀，好累哦。小南这岁数，也可以试试用幻灵丹看看他的灵根了。等忙完手头的事情，就去买一颗幻灵丹。果然是圆满之境，最后一副密钥的提升达到了倍血，不管是气力还是感知力，至少都提升1倍。铁甲龙熊，此熊成年以后力大无穷，浑身皮肉如铁甲附着，金刚不坏，又精通土属性术法。清河坊里要找到几个能够猎杀铁甲龙熊的修士并不简单，且需要1000心头血，可比异地多多了。如果清河坊内有此灵材，售价会比青文珠的心头血贵上许多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小云回来了。哥，我要去治安巡逻队报道，今日就得上任，且这段时间可能是夜巡，你和小南自己吃饭，别太担心我。总之一切小心，看见劫修也别急着上。趁这段时间先把青木盾弄出来，变现以后再去问问铁甲龙熊的心头血。叶道友，您真是我近年见过最厉害的修士。哦，你也看出来了？那可不，您这般年轻，却在洞府区住了这么久，每个月交租也十分准时，不像那位什么赵道友，说是麾下有2座灵材铺，结果呢，这个月租金他还要迟一些才能给。叶道友可别乱讲啊！赵天绰这个月的租金要延迟？不对啊，这家伙应该不怎么缺灵石才对，除非能让赵天绰突然变得手头紧，连洞府的租金都交不出，只有一个原因，这家伙买到筑基丹的灵材了。这家伙炼气13层就狂妄至极，要是被他晋升筑基初期，岂不是鼻子要翘上天？不过炼制筑基丹也要时间，吞服筑基丹之后，起码也得5、6年或7、8年才有结果，我还有时间。可以再试试1阶上品青木盾了。那位赵道友直接缴纳了1年的租金，就算不是筑基丹，也是其他颇为重要的事，不然不会选择闭关至少1年。也好，这1年时间他没办法烦我，反而有没有可能趁赵天说这1年时间不在，把他的灵材铺搞黄？这件事或许能好好琢磨琢磨。李掌柜，难道是徐氏丹阁的大老板？徐武他爹？他的房东？叶道友，你来此作甚？小五，这位是？爹，这位是我先前跟你说过的叶道友。哦，叶小友，我听小五说起过你，你妹妹前段时间拜在王道友门下了吧？叶修见过前辈，家妹的确拜在王前辈门下了。王道友收徒，说明你妹妹前途无量。老李，找到那位符师，少不了你好处。那位符师？小友，你刚刚也听到了吧？我这边的规矩向来严苛，甚至连我手底下的人都不知道你与我之间的交易。我也不曾问过小友的身份，但隐隐也能猜到1、2。李掌柜，直言吧。徐氏丹阁的大老板徐天泽，也就是你刚刚见到的那位，他正在寻找制作青木盾的符师。找他做甚？这位大老板与巨剑门一位长老拉上了关系，打算一起在清河坊内开设一间集合丹药、法宝、符箓、灵材，所有修士所需都能买到的铺子。丹药方面，他认识青云宗炼丹堂主，所以坐镇丹师已经不缺。法宝方面，他同样认识青云宗炼气堂堂主。至于灵材，这位和清河坊的3教9流都很熟络，10万大山里能找到的灵材，他大多都有进货渠道。最近在清河坊内流行，甚至连外面坊市都有人来购买青木盾，但无法确定货源。徐老板想要请这位符师坐镇，确保铺子里有足够的青木盾。他知道我货源充足，能找到这位符师为他传话，但我的规矩，如果符师不愿意，我只字不提。
想来这位符师也不太乐意抛头露面。李掌柜，最近青木盾的行情如何？100张只卖了250枚下品灵石，这几个月颇为风平浪静，导致众人对于保命的符箓热情降花。最主要是大家都不太宽裕，血骨真人洞府事后，不少修士血本无归，久而久之，消费能力下降也渐渐体现。还好，我是个手艺人，如果不是青帝仙门传授给我制符之法，我如今最多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炼气6层，还得为了讨生活跑到外面去拼命，补充制符原料，顺便购置一批1阶上品符箓。这次说什么也要成功1张，还要再买一些木属性的防御法宝。赵蛟龙在比试中使用的青藤刺也不错，可惜只有青云宗弟子才能学到。坊内流传的术法大多都在1阶中品以下，上品的没点门路压根弄不到。或许我可以在清河坊里选择一家炼气馆拜师学艺，虽然那些老师傅的传承未必多高，但至少也能学到1阶上品，甚至是1阶极品的术法。以前青云宗不要我如今也不想拜入青云宗，主要身上情况特殊，在青云宗难免与筑基接触，甚至可能遇到那位金丹，露出什么马脚那就万劫不复。而清河坊内有不少炼气馆，并非宗门，而是如同凡人练武的武馆一样。这些炼气馆基本都是散修开设，馆主的实力最多也就是炼气圆满而已，发现不了我身上的隐秘，十分安全。清河坊里有点名头的炼气馆大概有30余家，这每一家的馆主修为至少都是炼气10层以上。以前听父亲说过，其中一家的馆主就是以木灵根为主，叫什么来着？青木堂。那位馆主好像是炼气12层。来拜师学艺的，这位师兄，不知道青木堂讲究什么规矩？规矩嘛，没多繁琐，主要讲究个尊师重道。不过学费我们青木堂分好几种，馆主如今已经不怎么收徒，主要看拜师者的资质。如果资质可以，馆主也会愿意亲自教导。但每个月的学费至少是15钱灵沙。我建议你在5位上师之中选一位，5位上师每一位都是炼气后期，1月学费只要3钱灵沙就够了。你先说说你的修为，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位上师。每个月15钱灵沙的学费，这钱也太好赚了，难怪一般散修连进入炼气馆的资格都没有。能拜在青木堂馆主门下修炼的，至少在清河坊内有一定背景，又因为天赋不足无法拜入青云宗，才退而求其次来到此间。师兄，如若拜在馆主门下，不知多久才能学到1阶上品乃至1阶极品的术法？一来就要拜在馆主门下，还想修炼1阶上品乃至1阶极品的术法，真是好高骛远。这就不好说了，如果馆主觉得你有资格学，那就会传授于你；如果没资格，你即便掏了学费，也至少在这儿待个30-50年，会有机会吧？说吧，打算拜在上师门下还是馆主门下？那就请师兄引荐引荐，我想与馆主见个面，再确定此事。哼，1钱灵沙都没见到，还想见馆主？你来寻开心的是吧？滚出去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林上师想要拜师馆主。馆主近年来年事较大，已经不怎么亲自收徒，炼气5层挑回下不收，学费缴不起的不收。不知阁下修为几何？炼气9层，道友如何称呼？在下姓叶，平日在洞府区修行，也是修行上遇到了问题，才想着找名师指点一二，还请林上师代为引荐。馆主现在应该在后院指点弟子，我带叶道友前往。叶道友请。你们自行练习吧。是。上师，他究竟是？他和你们不同，估计来此间只是为了馆主手中的术法传承。小友怎么称呼？在下叶修，不知如何称呼馆主。吴清部，你喊我一声吴馆主便可。林上师已经说了小友的来意，小友可知道炼气馆拜师的规矩？自然明白，虽然没有宗派那般限制颇多，但尊师重道排在第一。小友也算是个明白人，那老夫再讲讲更细的规矩。若是小友觉得可以，那老夫便收小友入门。入我门下，那我们也就有了师徒之实。在不危害小友性命安全时，青木堂若是遇到麻烦，
小友须得回来帮衬一二，这是其一。至于学费，1年18枚下品灵石，要连续交纳10年。有一点，我的弟子在外面不能借我的名头惹是生非，如若被我知晓，那是要开除名册，一次性缴纳满10年学费。青木堂遇到危机需要他帮衬，这并非强制。其次就是1年18枚下品灵石，这估计只是单纯的学费。例如在术法修行上出现问题，可以询问这位。要想学习到一门1阶上品的术法乃至极品术法，估计还要额外花钱。吴馆主，在下平日可能没多少时间在此间修行，学费自是不会少。不过，在下想要一门1阶极品的木属性术法，不知条件几何？这就要看你想学的是哪一种了。我有3门1阶术法传承，青木傀儡为1阶上品术法，青藤护盾为1阶中品术法，至于这青藤刺则为1阶极品术法。每一门传承价钱都不一样，不知小友对哪一门感兴趣？馆主没有1阶上品或1阶极品的青藤护盾？清河坊内有人有，但我没有。在下想学1阶极品青藤刺，100下品灵石，若你今日能拿得出来，今日就可拜师学艺了。不过在我作画之前，此术是不得外传的，只有我作画了，你才有资格把此术传授他人。如若不然，按照师徒间的规矩，我会废去你的修为。想好了再回答。这个条件不算苛刻，也不用等对方作画。如果有一天先晋升了筑基期，那随便外传给谁，对方也不会找他麻烦。师尊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以往不是没人来求教青藤刺，鉴于修为和灵石的原因，自然也不愿传授术法。这么多年来，这样的生意也只做了寥寥几次而已。118枚下品灵石，你直接缴纳1年学费，可见心诚。起来吧，我这就传授你1阶极品青藤刺。住在洞府区，木灵力也十分纯粹，又是炼气9层，这个弟子不孬。叶道友可在？丁道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又出大事了！刚刚坊内有一名劫修犯案，被我们察觉，好像逃入了此间。我怕你不知晓，特意提醒你一声。又有劫修？什么修为？叶云呢？他现如今在何处？叶云道友跟着徐大人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可能是炼气圆满，比起之前那位要好对付得多。叶道友，你刚刚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动静？或者说，最近洞府区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？奇怪的事情？我好像听说赵道友一次性缴纳了1年的租金。一次性缴纳1年？真是有钱人！1年租金120枚下品灵石，说拿就拿出来了。这算不算奇怪的事情？在这个节骨眼突然闭关，的确有些奇怪。多谢叶道友提供线索。公子，发生啥事儿了？好像又有劫修出现了，不过和咱们没多大干系。我们在这看个热闹先。开门！治安巡逻队搜查劫修。什么事？我们在追捕一名劫修，他逃进了洞府区就失去踪影，怀疑可能躲在某座洞府里。不可能在我这儿，你们去别处找。各家各户都有人进去搜查，赵道友不妨让我们进去看一眼。叶道友那边搜过没有？搜过了。那就进来吧。打扰了。叶道友，以后跟那赵道友少来往，至少别往死里得罪。此言何解？我怀疑赵道友正在炼制筑基丹，如果成了，也许再过个7、8年，他就能晋升筑基。果然，老家伙在准备筑基，真让他成了，以我俩的仇习，日后必有大麻烦。狗屁的炼气圆满，炼气完满能悄无声息闯入洞府，丁武这消息也太不靠谱了。我没有走错地方。你叫叶修，有个妹妹叫叶云。不用急着动用符箓，也不用想着喊人，此间已被我布下禁法。哼，你唬我！能悄无声息闯入我的洞府，又能布下这等禁法，此人要比我想象中的强，也许比鏖战堂堂主还强。他知道我的名字，知道妹妹的名字，他是专门为我而来。他是谁？虚武他们一定就在外面，如果能传出声响，就有机会获救。你爹说你只是炼气5层，可我看你的修为已是炼气9层，这几年有什么机缘？我爹，前辈认得我爹。我答应你爹，替他送一样东西给你。
前辈是不是认识我爹？这面具是我爹的遗物，算是吧。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物件，也是一件法宝。只不过它的内核已经存毁大半，本该属于3阶范畴的它，现如今最多有2阶下品的威能。前辈不是在说笑吧？3阶法宝，我爹只是炼气10层，3阶，这个层次我现在想都不敢想。偌大的清河坊，估计只有青云宗那位赵老祖手中拥有3阶法宝吧。好自为之。就这样走了，也没找我麻烦。对方看起来的确不是要找他麻烦的样子。以对方刚刚展露的修为，要杀我或许一招就够了。这样的强者没理来戏软我。难道这张青铜鬼面真是我爹留下的东西？前辈，您话别说一半。我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法宝？您和我爹是什么关系？这面具和您身上的差不多。您跟我爹是什么宗派的弟子？他怎么从未跟我说过？你问题很多，但我不想回答你。你爹已经死了，你和你妹妹就在此关好好过活便是。这面具算是他留给你们2人最后的念想。你如果想卖掉也可以，能值不少灵石。不过你能住在洞府区，看样子已经找到一技之长，也不缺灵石了。前辈，外面那些人都在找您，您就这么从我洞府出去，不是害了我？要不然您翻墙吧，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，我绝不告命。第一，他们找的不是我；第二，我要走，你们这儿没人拦得住。好快的速度，这速度可比我的玄龟飞剑术快了何止10倍。这么看来，爹的修为可不止表面那么简单，炼气10层应该只是他的伪装。可他的事情，我和小妹都不太了解。也许得找大伯打探打探。没有被人炼化过的印记，跟那位的面具十分相似，只有细节不同。我猜的应该没错，这是一种制式法宝。爹和那位青铜鬼面属于某个宗门，也许是那种见不得光的魔道宗派。没想到爹会是魔道修士，一点痕迹不露，要么是为了躲避仇敌，要么是怕青云宗那位察觉，先炼化了看看。如果不是他受损了，只相当于那位口中的2阶下品，估计没个1年半载休想成功炼化。1个晚上，可能还没有1%的进度，估计要没日没夜炼化个30天才能成功。小云，昨晚怎么回事？一个劫修抢了一家灵材铺，昨晚徐师姐已经查清楚了。你猜是谁的灵材铺？让我猜，不会是赵天卓的吧？哥，你太聪明了，就是他的灵材铺被洗劫一空，连他请来看铺子的修士都被打杀。我明天开始转白班，先回去打坐了。巧合？不对劲啊！等等，原来如此。道友，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热闹？赵老板的铺子昨晚被一名劫修给洗劫了，洗得一干二净，毛都没剩下一根。那赵老板岂不是亏死了？亏什么呀？这家铺子他只占了20%的股，真正亏死的，一个是徐氏丹阁的徐天泽徐爷，一个是青云炼丹堂主。赵老板路子这么广，这家铺子原来还有徐爷和青云宗那边的股份。没想到徐武他爹也是这家铺子的大股东，另外一位大股东更是青云宗炼丹堂堂主。这个赵天绰，为了晋升筑基，也真是胆大包天。这2位也敢坑。至于这铺子，可能早就被他自己洗劫一空。铁甲龙雄的心头血有没有？这位道友，铁甲龙雄是什么凶兽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1阶极品凶兽，成年以后的实力除了炼气13层能够与之抗衡，就是炼气12层单对单也不好猎杀。废话，我就是知道才来你这边问。你就说你有没有货吧。道友，我店里没货，但我可以帮你问问，只不过价格不会低。道友说个价，我看看能不能成。这是你要我说的，1钱1枚下品灵石。这个价连1阶中品凶兽的心头血都买不到1钱，1滴还差不多。这样，我给道友一个价，道友若是同意，就留点定金，我为道友去找货。1钱铁甲龙雄的心头血，20颗下品灵石。贵了，你自己砍一刀。真不贵，这铁甲龙雄的心头血难得的很，甚至可能要派人去外面的坊市调货。要去外面调货？确实没听说过有几个修士会不开眼去找铁甲龙雄的麻烦，大多是见了就跑。行，就按照你说的价，给你2枚下品灵石当定金，你帮我去找货。2枚？这可不成，此物没多少人买，
我去调货也是冒了风险。如果到时候阁下不买，就砸手中了。除非阁下找个中人，要有点身份地位的。谁知道此人会不会自己吃了灵石就跑？损失灵石是小事，修炼妖血铸体大法是大事。有点身份地位的不是没有，不过徐道友，想睡觉枕头就来了。叶道友，你在这儿做甚？这可是徐烨的闺女，青云宗内门弟子敖战堂堂主的亲传。我买点灵材熬汤喝，但掌柜要我找个中人，不然就要我付一大笔定金。认识我吗？认识，徐姑娘在这条街可没人敢不认识。我给她当中人，出了事找我。好帅，道友果然是真人不露相。废话，赶紧筹备，我至少要12钱。12钱，大买卖啊！240枚下品灵石，他至少能赚40枚。哼，你在看什么？昨晚这家店被洗劫，难不成和你有关？道友可别乱说，我是来找徐道友的。叶道友，还有什么事？我听说这家铺子是赵天戳的。的确，是不是昨晚你看见那个劫修了？还是找到了什么线索？倒是没看见劫修，但我知道一件事情颇为奇怪。就前些时日，我从中介那里听说赵道友拿不出洞府的租金，但是过了没几天，他却直接缴纳了1年的租金，还在洞府里炼制筑基丹。紧接着就是这家灵材铺被洗劫。我刚刚问过附近的掌柜，赵天绰在这家灵材铺占股不多，只有2成。只有2成？你不知道，还有另外2个大股东，是徐伯父和青云宗炼丹堂主。我爹？我爹在清河坊内的营生数不胜数，我对此不感兴趣，没怎么过问。我会派人去查证，如果证实你所言非虚，那这次的劫修的确就有头绪了。我也只是猜测，徐道儒可别让我平白无故得罪了他人。你还怕得罪他人？不过赵天差此人的确得好好敲打敲打。前些时日外门大比，赵蛟龙师弟对叶云师妹下狠手，应该是他指使的。徐道友不愧是治安巡逻队的上官，这心思我服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和赵天错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怨？可能是他单纯看我不顺眼吧。不说就算了，你忙你的去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。那在下先行告辞。这老匹夫急着筑基，却没有本钱，所以觉得我有点门路，便想从我身上下手。最后在我这边没讨到好处，逼不得已就从自家灵材铺下手，从2位大股东商手中坑钱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颗头颅突然从床底下飞出，张口说话。别怕，公子保护你。光天化日，真有鬼怪出来，公子也能一剑劈碎他。爹，昨天被人洗劫的灵材铺，你有股份？是啊，我入了4成的股。小五，最近清河坊实在太乱了，你得抓紧治一治。这些魔贼真是什么人也敢下手。我的损失不算多，也就300-500下品灵阴，但这口气却不能平白无故咽下，你可懂？徐大人，事情查清楚了，赵天绰的确在前段时间拖欠了几日租金，而后又一次性付其1年租金，着实有些奇怪。赵天绰怎么了？赵天绰的胆子也真的是肥，敢吞掉我和你许阿姨的货，真是活腻了。现在就敢如此，要真给他晋升了筑基还了得？哼！爹，现在没有证据，你不能乱来。爹不会乱来，他是爹的手下，爹教训他不会违反清河坊的规矩。
徐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在炼制筑基丹吧？这味道我熟。对，在下正在炼制筑基丹。铺子那边出了这种大事，在下本来要去坐镇，可筑基丹也很重要，在下只好……不对，昨晚我没告诉你是哪家铺子被人洗劫了。我的弟兄已经过来通知我了。昨晚此间被彻底封锁，白天也留了人待岗，可曾见到有人来过这座洞府？不曾。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此事绝不会记错，昨晚到今日都有记录，谁进谁出，名册一看便一目了然。赵天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坑我！那不是赵老板？咦，是徐爷，徐氏丹阁的徐爷，原来是他。徐爷，您怎么……如果我要弄死你，你除非一直躲在清河房，一步也不出去，不然你知道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徐爷，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你的小把戏早就被人看透了。我当初选择提拔你，也是见你比较聪明，会做人。如今真是让我失望透顶。是你自己去把丹炉抱出来，道干里面的东西，还是怎么说？道干境里面的东西，那岂不是断了我筑基的念想？这怎么可以？徐爷，炼制筑基丹的灵材是我自己辛辛苦苦筹集多年灵石才买到，绝无倒掉的可能。如果徐爷对我有所误会，我希望时间会证明一切。现在这里不欢迎诸位，还请诸位离开吧。不愧是老油条，摆明了放手一搏。如果他成功晋升筑基，又怎会惧怕徐天泽的威胁？大不了去换个坊市混。10万大山的坊市数不胜数，路上虽险，对筑基修治而言算不得什么。真是翅膀硬啊！若有证据，依法处置；若无证据，点明白，不会让你难做。按照你的方式来查吧。大人，咱们现在要不要进去搜查一番？里面不会有任何证据。这件事，他虽然留了点马脚，客气刚刚自信的表现已证明，后续的蛛丝马迹他已经全部处置妥当了。我估计这件案子又会是一件悬案，我们撤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清河坊的规矩救了赵天硕，他要么晋升筑基离开，要么失败躺着离开。另外一家店一定会被徐天泽打压吞并。不管哪个结局，清河坊已无他立足之地，也不算全无收获。被徐天泽盯上，他也该尝尝被人欺凌的滋味。走，我们缩粉去。成了。刚戴上就有冰凉气息涌出，神态清明，思绪都畅通了，感知力也增强了。还没动用灵力就有这般被动提升，是个宝贝啊！这是金属性的防御术法，品阶肯定不低，防御力不俗。他还剩2阶下品威能，应该挡得住筑基初期的全力一击。等有空得去打探打探，什么样的金属性术法会是两面圆盾？青铜鬼面的模样有些太显眼了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如果能变成，恐怕也只有3阶法宝，能与修士这般心意相通了吧？爹，你留下的法宝如今被我继承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用它，保护小妹，保护自己。如今我修行有所小成，也许再过一些年就晋升筑基，不会给你丢脸。你在下面就安心的吃吃喝喝，别担心我们兄妹俩。符纸和朱砂的成本加起来都要10枚下品灵石了。这道符箓在黑市时，起码能炒到20枚下品灵石。不过，它没有量产的属性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！哥，出来看雪。小南，公子来帮你。叶云小姐，我们联手吧！好。老妹，这是1阶上品青木盾，你留着保命。1阶上品？对，极限距离有50丈，关键时候用哈。先前的青木盾还有多少？ 3张1阶中品的还没用，10张1阶下品的用了1张。哥，
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年年关治安巡逻队要整顿一下外坊，要是回来的晚，回来晚也得回来睡，外面不安有安全。那我回来睡。叶道友在家吗？我去交下租金，顺便出门一趟。灵石重也，灵石不多喽，该去一趟中人堂了。道友这次好久没现身了。李掌柜，最近青木盾行情咋样？行情略有上涨，我依然能用3枚下品灵石的价格来收购。叶道友，你在这儿就好了，我刚想去找你。丁道友，啥事？有个灵材铺的掌柜找你都找到我们那边去了，徐大人见了以后就让我来找你。你别不是坑了人家吧？要不要我做个中间人，帮你搞定这件事儿？是那件事啊，我差点忘记了。没什么事，我在那掌柜手中订了一些货，如今应该是到货了。有劳丁道友跑上一趟，我先过去找他问问。道友几个月没来，我还以为有徐道友做中人，掌柜还怕我跑了。这次到了多少货？我验验。道友，这里面足有12钱铁甲龙雄的心头血，道友如何？我这货可还纯正，这些是我费了老大的力气从诸多同行手中找来的，还欠了不少人情呢。240颗下品灵石，一枚不少你。不错不错，刚好240颗，道友敞亮。以后若还有需要合作的地方，我再来找你。先告辞了。道友下次再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找我，我一定安排的妥妥当当。下次要2阶凶兽的心头血，估计你这家小店是卖不起喽。忙你的，我去藏书阁看看。那位是不是馆主前段时间刚刚收下的弟子？好像是。那天我跟着林上师见过他一面，好几个月没出现，我以为他不来了呢。我们天天都来此修行，他们小点声。我听说这位住在洞府区，肯定平日都在洞府里修行。金甲盾，3阶下品术法，施展起来水火不侵，金石难摧。原来是3阶下品术法金甲盾，不过如今在我手中只有2阶下品的威力，可惜了，也不知这青铜鬼面能否修复。林上师，不好了，小虎跟青云宗外门弟子叶青起了冲突，如今人被治安巡逻队给拿下，好像要被赶出清河坊。小虎疯了，敢跟青云宗弟子起冲突，这要是被赶出内坊，前途尽毁啊！至少没办法来此间听林上师的谆谆教诲了。也该他如此，平日里脾性太倔就算了，遇到青云宗弟子也不懂得忍让几分。这件事，青木堂可能无法插手，难道请馆主出面也没人情可讲吗？一边是青云宗，一边是治安巡逻队，你让馆主出面说情，馆主得欠多大的人情才能赦免小虎犯的错？诸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此人当街袭击青云宗弟子，如今这位叶公友要上门讨个说法，你们青木堂抓紧给人家赔个不是，人我们就带回去处置了。叶公友，这件事能否详细说说？他是不是你们青木堂的学徒？林小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在街上手脚不干净，摸了慧儿。笑话！我堂堂青云宗外门弟子，当街摸你的女人，你看看有没有人会相信的说窜？就是你，我亲眼所见。哼，可所有人看到的是你施展术法，要置我于死地呢。你们青木堂如此嚣张，是不把青云宗放在眼中了。今天如果不赔我20枚下品灵石，这件事没完。把你们馆主喊出来，给我一个说法。这家伙从小到大的毛病还真是没有改变，小时候手脚就不干净。抓紧把馆主喊出来吧，尽可能得到当事人的谅解，不然这位可能会被判得很重。馆主如今不在，我是青木堂5位上师之一，也能处置此事。不过20枚下品灵石太多了，能不能少一些？你们馆主不在，不会是躲着不敢见我吧？算了，你来处置就你来处置，20枚下品灵石，1枚不能少，不然我还要追究你们青木堂的责任。你们以为拜入炼气馆就有了靠山，有了背景，可以在清河掌府为所欲为吗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。来，你来说说，躲那么后面做什么？到前边来。叶道友，咱们忍一忍。馆主说拜在他门下，偶尔也要帮青木堂办点事儿。这次馆主不在，你帮我记着。叶修，你在这儿做甚？他们认识啊！这位叶师兄果然不是普通人物，连青云宗弟子也认识。林小虎这次也许有救了。
我是青木堂弟子，我不在这儿，在哪儿？给我个面子。这件事算了，你忙你的去。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，主要是他真的当街袭杀我呀！袭杀青云宗外门弟子是什么罪？你心里清楚吧？这不是你先动手动脚吗？你从小就有这个坏毛病，以前被人打的还少啊。要不是伯父伯母护着你，小时候就被人打死在街头了。叶兄，话可以乱说，饭不能……呸！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好歹是青云宗弟子，你这么污蔑我，有你妹层关系也不管用。我现在不要和解，要求按照规矩处置。如果我把治安巡逻队的老大喊过来，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刚说的话？治安巡逻队的老大，慧儿可以作证，还有刚刚一起逛街的几名好友也都能作证。算了，这件事就这样吧，我不追究他了。别啊，你不想弄清楚，我现在都想弄清楚了。你在这等等，我让人去把徐道友喊过来。是。有劳，去喊一下丁武道友，顺便喊一下徐道友。叶兄，没必要把徐师姐喊来，我不追究他了还不行？刚刚让你给我个面子，你不给，现在又说这些话，你当我叶某人没有脾气？大家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。伯父伯母教不了你这个道理，我这个以身作则，你要谢谢我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回宗，你有本事出手拦我。道友，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还是别急着走。叶道友虽然没办法出手，但我们身为治安巡逻队修士，有权出手留下你。你们，林小虎，去把你的人证都喊过来吧。师兄，我这就去。去个人扶他。叶师弟，这件事还是私了吧，免得传回宗门，丢了外门弟子之位。对不住了，师姐，我能走了吗？去治安队那边关上7天就能走了。多谢徐道友主持公道。不用谢我，按规矩办事而已。倒是你们愿意私了，为我免去不少麻烦。叶道友拜在青木堂门下修行，为何不试试青云宗？我是火土木3连根，且3大连根都很均衡，没有哪一种突出，不符合青云宗的收徒标准。果然，修行除了看天赋资质，也看背景。有强大的背景，就有足够的修行资源。不过背景在青云宗面前，也是没有半点优势。原来如此，没有其他事，我先走了。徐道友，我送送你。叶师兄，这次若非你出手相救，我……下次还敢不敢在清河坊内动手？不敢了。你的女人被人碰了，你不敢动手，这不是孬种是什么？除非你已经不爱她了。什么？我没有不爱慧儿。叶师兄，这不是您说的。那你为何不敢动手？我是让你不要用修士的手段，劫修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在清河坊用修士手段跟劫修有什么区别？你应该找根棍子，找一块板砖，直接给他脑袋上来一下。如果他敢用修手段对付你，那就是他的错；如果他不敢，以你这块头，你能输给那叶庆？叶师兄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。这哪里是有点道理，这分明是极有道理啊。对啊，如果不用修士的手段，治安巡逻队压根不会出面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。林上师，我就先撤了。叶道友，我送你。小虎，你这次因祸得福了，以后叶道友再来，你记得好好接待，不用我提醒你吧？林上师请放心，叶师兄今日救了我的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还是那头倔牛。大伯，不好了！小修啊，有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叶庆被治安巡逻队修士抓了。你说什么？叶庆是青云宗弟子，怎会被治安巡逻队给抓了？说来话长，还好，对方和他和解了，徐道友只关他7日时间，也不会影响青云宗外门弟子之位。这的确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对了，再过1个月就是我爹的忌日，大伯要不要过来上一炷香？他住在洞府区，我至今也没见过洞府里面是啥样，这么快吗？那到时候我们一家子一起过去，给你爹上一炷香。如今看来，处处都有疑点，有时候爹一失踪就是大半年，这期间他所做的事情，恐怕和寻常修士毫无相干。先见。干了，1碗秘药吞入腹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好热。
再等等，他会出来的。难怪不像妖血铸体大法第一层，可以日日服用。这种秘药服用一次，每隔1个月打死我都不会再喝。第一层的时候，我的气力增长的没有这般夸张，而今怕是6000斤都不止了。这还只是第一副秘药，余下11副都服用完毕，力量会大到何种程度？先前猜测是1万斤，现如今绝对要远超这个数值。这门辅助之法太有用了，谁能想到平平无奇、看似瘦弱的我能够生死虎豹？铁甲龙雄还皮糙肉厚，将我的皮肤也坚韧了许多，还没到金刚不坏的地步。但我刚刚的力道，配合极品飞剑的风，就是切金石也易如反掌。如今只是留下一道血缝，皮肉之坚韧远超常人。等余下11副服用完毕，至少在炼体修士范畴，我可以媲美12层乃至13层，时间也仅需11个月。这比起炼气修为的进数迅猛太多。不过炼体越往后越难，在上限方面倒是远远不如炼气。听说过的体修事迹大多是励志故事，有人偶得体修之法，苦碰到媲美筑基初期便声名远扬。但实际上，以炼气为主晋升的筑基，哪一个不如体修？公子，隔壁的洞府来了新租客。是哪一座？张庆那座洞府，是男是女？是一位姐姐，长得十分漂亮。那个张庆倒是很不安分啊，也不知道哪家姑娘造了他的毒手，以后下场会不会和之前那位一样？当初那位略微高傲的女修，后来死得过于凄惨。是一家4口，可惜张庆身份地位特殊，连王金松都得忌惮1二，无法对其下手。一家4口，走，我们过去拜访拜访，毕竟是邻居，混个脸熟也好。两位是？没有那种感觉，他身上没有李丹师那种血煞缠身之感，是走正道的。前辈，晚辈叶修是住在隔壁的邻居，得知有新邻居搬过来，晚辈特意登门拜访，带了一些小礼，几块凶兽肉，不成敬意。夫君，这位是我们隔壁的邻居，特意登门拜访，还送了5斤凶兽肉。小友怎么称呼？晚辈叶修，见过前辈。他身上有不少血煞之气，但没李丹师那般浓烈到令人作呕，气息凝滞，可能未到筑基，但跟赵天卓一样，都是炼气13层，血煞之气不少，说明实战经验极多，或与人斗，或与凶兽斗，有危险，但危险评级没有李丹师那么高。原来是叶小友，之前听此间中介提及过你，你来拜访怎么还带了凶兽肉呢？太客气了，进去喝茶，进去喝茶。下次吧，改天我再来拜访。夫君，这位有点背景。有一点，但不多。我们初来乍到，总不好得罪人家。这位有个妹妹，听说是青云宗弟子，她能住在洞府区，估计也是沾了其妹的光。我这次受邀成为青云宗外门供奉长老，提前与宗内弟子的家眷熟悉熟悉，总不会有坏处。小修，好久不见了。您是？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个人的印象。不认得了，也很正常。我当初见你的时候，你也才2、3岁而已。10数年前，我就住在你们叶府不远，大家也算是邻里。对了，你爹呢？他如今搬到洞府区来了。你爹是不是已经筑基成功了？原来是老邻居。我爹几年前发生意外，死在10万大山了。我不该问的。无妨，我们兄妹俩都已经习惯，不知如何称呼前辈。我父姓乌马。乌马前辈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我回头给您送几斤凶兽肉过来，是晚辈的一点心意。懂事的孩子。对了，乌马前辈的这座洞府好像是张庆张前辈的，您和张前辈认识？他至少是筑基初期，和张庆的关系恐怕不简单。这我倒是不知，我是从中介那租来的，打算回来清静清静。花荣大概炼气13级，是外门供奉长老。青云宗这么缺人手，难道要出大事？或许只是正常招聘，以前也有过。乌马前辈是筑基期，该不会是在外惹了麻烦回来躲着？罢了，与我无关，开工赚钱。这么多底牌在手，同阶炼气9层，没人能打死我。青云宗里也没有。又1个月了，该吃第2副秘药了。公子神神秘秘的，在煮什么东西啊？走开点，别凑过来。好臭！
一副秘药加2000斤气力，现在8000斤，下个月就能破10000斤，太棒了！10000斤巨力，同阶修士不备之下，我能直接捏死。不用灵力，我就是有脑子的凶兽。要过年了，哥，你总算出关了。你看我们对联贴的整齐吗？乖了，往左边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对齐了。你最近去外方执勤，有没有遇到什么事？没啥事儿，不过外房的修士嘴巴比较臭，教训一顿也就怕了。他们都是死人堆里打滚的，你可别随意招惹。距离过年还有几天？就下个月，咱们这次能过个肥年了。值得过个肥年，奖励自己件防御法宝。李掌柜，最近青木盾行情如何？最近行情挺高，不过我建议你留一些在手上。李掌柜，咱清河坊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？我也只是听了些传闻，不好乱说。你懂规矩的，别多问。我用4枚下品灵石收你的符箓，你卖多少？4枚，这不是好迹象。不管了，我住洞府区，乱不到我头上。什么？丹药都没了？要过年了，耽搁休整，客人下次再来吧。要出大事了！掌柜的，这些丹药我通通打包，多少钱？啥？客人，这些丹药您全要了？对，赶紧算算多少钱。客人，这里面有1阶凝元丹、1阶淬元丹、1阶，总共102枚下品灵石。我可以做个主，抹掉零头。行，这里面的丹药只有那些疗伤丹很重要，至于凝元丹、淬元丹，那是给叶晕准备的。我如今丹药吞服太多，除非是1阶极品，不然几乎没什么效用，吃了也是浪费。还有310枚下品灵石、法宝、制服材料，伏笔也得更换了。对了，伏笔，这次捡漏，2支1阶极品伏笔总共花了20下品灵石，还有170下品灵石。先去中人堂看看。叶道友，这次想买点啥？1阶极品防御法宝，最好是木属性。没有，这段时间别说1阶极品，上品你都买不到了。或许可以去小黑院里碰碰运气。李掌柜，真不能说发生了何事吗？你不是认识徐爷的女儿，不如你去问问她。叶道友，什么事行色匆匆？这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天是出来购置年货吗？丁道友，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？能有啥风声？快过年了，都挺太平。徐道友在吗？徐大人前几日就被召回青云宗了，可能要在上头过年。被召回去了。五妹呢？今日执勤吗？叶云道友也回青云宗了呀，跟徐大人一起回去的。他没跟你说？一定是出事了。不过小妹回了青云宗是好事，她在那边没危险。洞府有2阶下品防御阵，我有底牌，就算是受潮来袭。受潮？叶道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太确定，总之感觉这段时间不对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你知道我住哪儿吧？如果遇到凶险，朝我那边跑。叶师兄，叶师兄。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。上次的事，多谢了。师尊，另外几位师弟师妹没来。前几日就说要休息到年关之后再来修行，他们和你不同，此生极限也就是炼气后期，但你不一样。我觉得你有希望冲击炼气大圆满。师尊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清河坊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劲？哦，哪里不对劲？我知道你怀疑是受潮，但清河坊附近只有2阶中雅品凶兽，连上品极品都少见，他们怎么敢冲击清河坊？有那位赵房子在，咱们这儿绝对安然无恙。你挺有心的，青藤刺练习的怎样了？施展一番我瞅瞅。百丈，你已经能发挥1阶青藤刺的全部威力。看来你选木属性术法，是因为擅长此道，还是师尊教导有方，弟子才能如此快的上手？公子，叶瑶小姐派人传了一封书信，说要亲自交给你。受潮途经此地，为首3阶中品凶兽，青云宗碧山锁门。3阶中品凶兽，那可以媲美金丹中期修士。青云宗也不知道准确时间，只知道大概时间，且还要再过几日才会通知内外坊。局势耽搁这类势力早已知晓消息，或躲入青云宗，或远走他处。其余凡人与低阶修士全被放弃。
吴青木、丁武之流皆被隐瞒。青云宗是怕消息传开，先乱了阵脚，要给嫡系势力留出安顿的时间。修士还好，躲远一些，只要不遇到凶兽，都有活命的机会。可清河坊内更多的是没有防身技能的凡人，他们面对10万大山的凶险，与面对兽潮的凶险，几乎没有区别。这死伤的多严重！公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。刚刚我买的那些凶兽肉以及粮油，你都收好了吧？收好了。接下来没什么事，你就别离开洞府了。手中下品灵石充足，兽潮及时可激发洞府2阶下品防御阵，能把凶险降到最低。叶道友，洪道友，有何事？叶道友，我有一个紧要的消息告诉你，不知你愿不愿意买？我买消息干啥？我现如今只待在内府。是跟兽潮有关的消息。哦，你知道点什么？如果叶道友愿意收留我，我什么都跟叶道友说。洪道友，何至于此？叶道友，兽潮真的要来了。前段时间我接了一位客人，是青云宗上面的执事，是他亲口告诉我，说过一段时间清河坊会有大变故。我当时没在意，可如今我知道兽潮要来了。你知道，可为何还……为何这般悠闲？不悠闲能咋的？兽潮就不来了吗？洪道友，你是炼气5层吧？这等修为去外面躲一躲，还是有很大机会活下来的。现如今寒冬腊月，以我的修为，根本走不到最近的坊市。叶道友，看在咱们以前联手捕杀过凶兽的份上，看在我亡夫的面子上，看在当初张月和我……张月和你，老张和你能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一晚我和他情不自禁。我不信。他左屁股有颗痣。老张，真有你的。等兽潮过后，你我没有任何瓜葛，你也别再提老张。这次我是给他面子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。早打听清楚他住在洞府区，能住过去，兽潮就没那么危险了。我有个未过门的媳妇，她不是修士，但你得听她的话。若被我知晓你不守规矩，我是要赶你走的。知道知道，那日我刚巧也看见了。叶道友请放心，我懂得规矩。叶道友，好雄浑的气息，没想到叶修竟和炼气13层的修士做邻居。花前辈，叫什么前辈？太见外了，喊一声花道友便是。叶道友以后有空就来我们那边坐一坐。花道友，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件事？听说了，不过我们住在此间无妨。这位是弟妹？不是，是我新请的丫鬟，平日里可以办点杂事。告辞。青云宗怕是没跟他说实话，要是知道有3阶中品凶手，他哪还笑得出来？小南姑娘，我这里有一颗多余的幻灵丹，算是一点见面礼。幻灵丹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？何况我就是个小小的丫鬟。清河坊并无炼制幻灵丹的能力，便是青云宗炼丹堂主也束手无策。此丹只能从大坊市辗转得来。小南，既然是洪道友送给你的，你收下便是。那就多谢洪姐姐了。不客气不客气，这次叶道友能收留我，我已感激一尽。小南妹妹，以后咱们就好好相处。洞府里有不少房间空置，我一间，叶云一间，小南一间，还有一间净室是我修行之地。除了这4间房，余者你自己去看看，想住哪一间住哪一间。就这间吧。洪道友，那幻灵丹虽然价格不高，但在清河坊不算常见，是哪里弄来的？前段时间有位客人身上的灵石不够，所以……哦，你既懂得规矩，那就在这边安稳住下。就算有兽潮，我这座洞府也能抵挡1、2。是是是。
猛虎双煞向来很讲信誉。小南，你吞下这颗幻灵刀，我看看你能否觉醒灵根。公子，我也能修行吗？吞了幻灵刀不代表可以修行，吞服此丹只是有机会觉醒灵根。灵根普遍分为5系，对应5行，也有一些天纵奇师能觉醒1种灵根，但那些都很少见，只在传闻中听说过。觉醒的灵根数量越少，资质越好。清河坊里大部分修士都是4系灵根、5系灵根。首次吞丹就能觉醒灵根者本就寥寥，我当年也是服了3颗才得以觉醒。怎么还睡着了？这是饕餮。寻常5行灵根觉醒，虚影不过是对应5行的死物，可眼前这道虚影与5行毫无干系。这是1种灵根啊！一想到这小妮子还有这种资质，比她以前的主子都要牛。公子，我刚刚睡着了。来，公子传授你叶家的炼气法。叶家炼气法门不过是散宜通用的普通功法，品阶低微，吸纳灵力的速度远不如青帝遮天经的1/5。公子，也许我真的没有修行的天赋。你有天赋，肯定是哪里弄错了。一整晚小南未吸纳到半分灵力，1种灵根不该如此，莫非是功法品阶不足？小南，你有没有觉得身子有什么变化？变化？公子，我的力气好像大了。饕餮灵根气血四溢，那边有很多石锁，你去试试你的力量。啊，公子，我应该提不动的。试试2000斤的，一个个试过去。8000斤，10000斤。原来这1种灵根本是炼体一脉，难怪无法吸纳灵力。刚觉醒便有10000斤距离，这般炼体天赋，堪比炼气天灵根，甚至犹有过之。公子，我的力气怎么变得这么大？那是你体内藏着凶手饕餮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你觉醒的灵根有些特殊，估计不是走炼气的路子，而是走炼体的路子。炼体？原来不是身子出了问题。这丫头还没开始修行，气力估计能比肩某些1阶极品凶兽。现如今密钥的灵材弄不到，等兽潮过去，让她开始修行妖血铸体大法，也不知会有何种效果。小南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传授你一些简单粗暴的拳脚套路。你这身力气如果利用得好，寻常修士跟你一个照面就嗝屁了。不过你要切记，轻易不可暴露你的实力。如果一不小心暴露，就说你从小打熬体魄。公子，是不是连叶云小姐也不能说？对，暂且也别跟小月说。如果小南这种资质被外界知晓，只会引来各种无妄之灾。小南明白了。小南，公子那边的味道怎么有点难闻？红姐姐，你这个灯笼歪了，朝右边一点。对，公子应该是在熬汤，具体我也不知道，味道的确不好闻。熬汤？不会是在尝试着炼丹吧？虽然人人都可炼丹，可真能把丹药炼好的，10000个修士里也没有一个。不知不觉，大年30了，可惜今年小妹不能一起吃年夜饭。这是青云宗刚请来的供奉花荣。小修，伯父伯母今天来给你拜年了，还不给你堂哥拜年？堂哥，过年好。伯父伯母，你们是长辈，怎么还亲自登门了？我刚想去你们那边拜个早年来着。
小修，这段时间是不是青云宗出了什么变故？怎么叶庆一直都没有下山？叶庆没派人给二位带口信？没有，真发生什么了？不会是前段时间那件事吧？可他也被治安巡逻队关了7日。伯父，你没听说坊间传闻，可能有受潮要来了？这种传闻都是空穴来风。我们清河坊已经多少年没有……消息是真的，的确有受潮来了。不过只要我们不出坊市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青云宗有金丹赵老祖坐镇，便是受潮也得绕道而行。还真是受潮。